是，我与美女总裁流落荒岛，我给了她食物和水，但是她却硬生生将我推倒。本以为她是想要将我干掉，谁知她却在我眼皮子底下骑了上去。老子这是死了吗？秦烈摇了摇头，起身查看周围的环境，看见不远处躺着一个女人。他走过去查看，当他看清女人的脸时，整个人一惊，因为这是他的顶头上司，公司老总的女儿林秋竹。这次他们一起出差，谁知竟遇到了空难，胸口没起伏了。喂，这岛上还不知道有没有活人呢，你可千万别死啊！眼看着林秋竹没有一点反应，秦烈手忙脚乱地扑过去，又是做脸不按理。流氓！呵呵，不知好歹女人，就条狗都知道摇尾巴，你顶多算个白眼狼成精。你干什么去？他救了我，我还这样对他，他肯定生气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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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烈没有理会大呼小叫的林秋竹，继续漫无目的地走。忽然，叮呦！秦烈脑海中响起一道清晰的金属。荒岛生存模式开启，宿主可以选择打开宝箱。系统还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哈哈哈！我得找个没人的地方开宝箱。至于那个女人，哼，看爷爷我的心情。我靠，好东西真不少，打火机、矿泉水、面包、压缩饼干。秦烈提着一大兜物资回到沙滩上，林秋竹看着那兜物资，双眸中光芒大放，嘴上却下意识地训斥着秦烈，你怎么敢把我一个人晾在这里？那些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大小姐，我内急，活开。这些就是我娘娘时看见的，应该是飞机上掉下来吧。奶奶的，倒是忘了这茬了。还好刚刚经历了空难，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算了，先吃东西。现在该怎么办？荒岛求生任务发布，请在2个小时内搭建一座住处，否则后果自负。好家伙，吃饭的时候不想。林秋竹刚说完话，你就想了，你科目是声控。先找材料搭建一个临时住处吧。秦烈说着，起身朝树林里走。林秋竹也跟着走进了小树林。两人没走多久，林秋竹就发现林子的地上躺着一个人，他有些害怕，躲到秦烈身后，指着一个方向。你看，那是不是有个人？我不下。哎，这是飞机上坐在我对面的那个美女。白香兰看见秦烈两人，眼中充满了欣喜。秦烈则是皱着眉头看向白香兰有些红肿的脚。你脚踝受伤了，还能动吗？动不了了，疼得厉害。巧了，我小时候正好跟爷爷学了一段时间的中医，刚好会正骨，我帮你看看。这玉足真白，不对，应该是骨头错位了，不确定，再看看。头你能不能轻一些？喂，你干嘛呢？你是看病呢，还是占人家便宜呢？我肯定是在治病。你摸这么长时间，分明就是在占人家便宜。你给人治死了。我的林大小姐，咱不行去治脑子呢。好了，起来走2步试试。真好了，谢谢你。刚刚有些激动了，不好意思，我叫白香兰，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呢。我叫林秋竹，他叫秦烈。这次一起坐这趟飞机，谁知道遭遇了空难。没错，不过2位美女，现在这天快黑了，咱得先把庇护所给建出来，要不然就这么在岛上待一晚，咱都得生病。2个小时过去，秦烈带着2女在林子里建起了一个简易的帐篷。林秋竹皱着眉头看着自己被露水汗水打湿了的衣服，脏死了，我要去洗澡了。我之前看见那边有个小池塘，我去那洗澡了。香兰，你要去吗？你是想提醒他不要偷看是吧？听见没？不许偷看，你敢偷看我饶不了你。开玩笑，我是那种人吗？你最好不是。姐，我是那种人吗？我肯定。突如其来的情况让秦烈当场石化，他僵硬地回过头看向身后，只见一个浑身缠着海带的女人，此时正在朝他招手。我操，水鬼！草丛边的动静也是成功引起了洗澡2人组的注意。2人穿好衣服，走到秦烈身边，警惕地看着赵晴。你是谁？把他怎么了？我叫赵晴。赵晴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然后将刚才发生的事情跟他们说了一遍。听完之后，2人无语地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秦。哼，活该！秦烈猛地从地上坐起，朝旁边一看，就看见林秋竹3人正坐在旁边，笑着谈着什么。看见秦烈醒，林秋竹先是欣喜的想要起身，随后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微红着脸别过头不去看他。白香兰看着林秋竹别扭的模样，笑得更大声。赵晴则是好奇地看着3个人的反应，这场景是给秦烈整不会了。你们笑什么？不对，有水鬼，我刚刚被水鬼袭击了，这地方不安全。林秋竹3人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秦烈，秦烈疑惑看向赵晴。哎，这位美女，你是谁？赵晴脸红，低着头说道。我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个水鬼。赵晴一句话，直接让秦烈烧了起来。3女花了不少时间才给秦烈解释清楚。
哈哈哈，我还以为是水鬼了，抱歉赵小姐。赵晴肚子咕咕叫了起来，秦烈拿出面包、矿泉水递给赵晴。赵小姐，吃东西没？暂时咱这里就只有这些东西，凑合着吃点喝点吧。赵晴看到有吃的，顿时两眼放光。谢谢你。赵晴拿起面包、矿泉水吃了起来。秦烈看着他的样子，有头看向林秋竹俩。不是，你们怎么没给他吃东西？哼，他又没说，我怎么知道他饿了？秋竹一直在等你呢，他说物资都是你找回来的，我们没权利替你支配，你没醒就没给他吃的喝的。哦，香兰姐，你在说什么啊？哼，不理你了。秦烈看向林秋竹三人，低头偷笑。没想到林大小姐表面上对我嫌弃的不行，私底下居然这么……看什么看？你偷看我们洗澡的事儿，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憨憨，什么偷看？我不知道。秦烈跟林秋竹打闹了一会，天色彻底黑了下来，众人躺在庇护所里面。没想到老子第一次坐飞机就坠机了，呵呵，比老大独裁。哼，没摔死你就偷着乐吧，你不光没摔死，还有3个大美女陪着你，心里没死了吧？哎，估计要不是系统，我也早就成了海上那些漂子里面的一员了吧。对了，系统，老子的奖励呢？跟上次一样，物资宝箱搁系统空间里，自己看。系统背包界面，一个物资宝箱躺在那。开了，能来个锅不？吃了一天面包了，想吃点熟食了。恭喜宿主获得白酒1箱、铁锅1个、匕首1个、渔网1个。好家伙，想要啥挨啥，那下次能给我来个太阳能发电站不？天光大亮，秦烈醒来，身上压着白香兰和赵晴两人，林秋竹压在白香兰身上，三人全都还在熟睡。不是，一大早就整这么刺激的，不行，得赶紧脱身，要不然等他们醒了我就废了。他宝贝的，要不是看他们是女的，老子一定要让他们赔我内裤。秦烈正洗着内裤，忽然有个女人从树林里跑了出来，面色慌张地看了一眼身后，朝秦烈大声呼救：“救命！有人想要杀了我，求求你救救我！”被吵醒的林秋竹几人都跑到沙滩上，林秋竹看着女人，满脸疑惑：“叶雨清，你这是？”林秋竹和秦烈认识的，是他们对手公司的女保。叶雨清对外一直是一个女强人的形象，而此时却十分狼狈地朝他们求救，还说有人要杀他。这种冲击让林秋竹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还好秦烈及时反应了过来，一把将叶玉清跟林秋竹护在了身后。一个男人拿着刀，一脸凶相地从树林里走了出来，看着林秋竹几个美女的时候，眼中闪过一丝贪婪；看向秦烈的时候，握着刀的手紧了紧。秦烈看着他，皱着眉头看向叶玉清：“这不是你们公司的市场总监仲明吗？”“对，就是他。他想强困我，还想杀我，求求你救救我，我什么都答应你。”“秦烈，咱俩也算是认识，把他交出来，我用完之后可以给你用。”叶玉清缩在林秋竹身后，看着秦烈和周明的眼神充满惊恐。秦烈朝周明竖了个中指：“喂，畜生！老子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好歹是个人，欺负个女人算什么本事？有种跟你爷爷我碰2下！”“不呸，虚伪！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去死吧！”周明挥舞着刀朝秦烈冲去。哼哼，这逼此时不装更待何时？系统，给老子的匕首提出来！秦烈直接转身，林秋竹等人见状瞳孔骤缩，周明的刀就要落在他的脑袋上。林秋竹直接冲了过去，下一秒秦烈一个侧身躲过周明的攻击，直接一刀清空其30年经验，周明倒地再起不能。林秋竹跑到秦烈身边上下检查，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叶玉清看着地上的周明瘫软在地，面色惨白，转身躲起来。恭喜宿主第1次击杀其他人，获得成就全能淘汰王，奖励无限子弹手枪1柄。我一个小雏鸡，却天天和一群大美女待在一块，本来我一点心思都不该有，谁知道他们却倒翻天罡的直接将我扑倒。救命！嘿嘿嘿！秦烈将周明放生到海里之后，让林秋竹他们先回庇护所待着，自己则是跑到小树林深处，左右看了看，将手枪从系统空间里拿了出来，把玩着手枪一脸惊喜：“我雷个豆，枪都能奖励出来，还是无限子弹，这也太爽了吧！”系统，那为啥我第1次建造庇护所不能触发成就？秦烈面色黑了下来：“我又没做过，能做成那样已经够好了，好吧？”触发任务：捕鱼，从海中获得10斤渔获，奖励安全屋建造教程及配套工具材料。你特么你什么意思？贴脸开大是吧？要不要？不要我撤销了。看看，要，长眉刺不可刺吗？你说对吧，义父？接到任务之后，秦烈着急忙慌地跑向海边。秦烈搓着手，蹲在石头上，期待地看着缓缓沉下去的人。有渔网，
去取10斤海鲜，还不是手到擒来。不知道解锁了房屋成就会对我奖励什么东西？跟战斗有关的成就解锁之后，给了我一把手枪。那跟生存有关的成就解锁之后，会不会给我物资？无限物资，还是不用发电就能运作的家具？哎呀，想想就兴奋。没想到我一个职场老油条子，有了荒岛之后，居然能过得这么滋润，还得多亏了系统衣服。太阳渐渐西落，秦烈蹲在海边，蹲的腿都麻了，皮肤都被晒得通红。这时他觉得时间差不多了，直接收网。虽然看不了时间，但是太阳都快落山了，时间应该是够了吧？渔网被拉上来，网中不出意外的爆仓，只是等到秦烈凑到渔网近前查看的时候，整个人都麻了一身。我操，电摇，我这什么运气？秦烈拿着根木棍将渔网拆开，把电摇放生了。剩下的应该没很货了吧？秦烈仔细看了一眼，随后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只见里面除了正常海域以外，还有几条海蛇等一系列狠茬子。我操，系统，你特娘的是不是在针对我？又开始装死了，特么的我就随手一网，能熬到这么多狠话。秦烈骂骂咧咧的将不能吃的、有毒的、伤害性高的狠货全都放生，整个人躺在沙滩上，已经立起。检测到宿主成功收获渔获15击，视为超额完成任务，奖励1级到2级的安全屋制作图各1份，1级安全屋制造材料工具1份。我真爱你。林秋竹几人走到沙滩上，看着躺在地上的秦烈走了过去。秦烈，你在这干嘛呢？都等着你开饭。哇，大龙虾，还有这么多海鲜。秦烈弟弟还真是能干呢，姐姐我都快被你迷翻了呢。不对啊，秦烈怎么躺地上一动不动的？赵琴一句话，直接让所有人的注意力从渔网里的海鲜上面转移到秦烈身上。叶玉清凑到他身边探了探鼻息，这才放松下来。他应该没事儿，就是太累了。服了，走，咱把他抬回去吧。林秋竹4人分别抬着秦烈的4肢，将秦烈抬了起来。苍腾腾，秦烈一声鬼叫，直接吓得4女同时松手。秦烈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惨叫连。众人上前检查，这才发现他裸露在外面的皮肤因为长时间被曝晒而被晒伤了。呜，我怎么这么命苦？秦烈哭着被林秋竹几人按在地上，林秋竹将药膏抹在手上，在他被晒伤的皮肤上来回揉搓。秦烈发出声声惨叫。给亏开出来的有药膏，但是好烫，呜呜！秦烈惊喜地看着自己身上的皮肤，我靠，系统出品果然是精品，这药膏抹了之后连1天都没有，就直接好了。感慨了一番之后，秦烈直接开始建造1级安全屋，而他的动静也成功地吵醒了林秋竹他们。得知了秦烈要将安全屋升级一下之后，一个个兴奋地参与了进去。有了他们的帮助，秦烈很快就将1级安全屋造了出来。秦烈看着安全屋，出一口气，恭喜宿主第1次建造出像样的安全屋，获得成就生存小雏鸡，奖励温馨的大床1个美味的调味料瓶，无限供应版1个体质加10。秦烈脑袋上缓缓冒出一个问号。不是，我特么调料我都认了，给我个床，好，老子认了。秦烈走进小树林里又出来，带回了一个调料瓶。众女不疑，再次进入小树林，这次直接拖回了一个大床。众女看了看秦烈，又看了看大床，再看看安全屋，嘴巴张得老大。你什么时候练的肌肉，居然能把这么大的一个床拖出来？哈，你的注意力在哪？就是啊，秋竹你不应该关心一下秦烈弟弟一个人拖这么大一个床，累不累吗？哈，秦烈正想着怎么解释大床的来历呢，却发现林秋竹他们似乎压根就不关心这回事，这让他彻底懵逼了。不是，你们都不问一下这床是从哪来的吗？你昨天晒伤那么严重，结果涂抹了药膏之后，半天就彻底好了。我们不也没问你药膏是从哪来的吗？对啊，你拿回来的那些食物，只需要吃一点就能一整天不饿，哎，多神奇！但是我知道你不会害我，那糊涂一点不是更好吗？你救了我，就算是想，我也没意见的。更别说你还能带着我们在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等到救援的地方过得更好，我又有什么理由怀疑你呢？一瞬间，秦烈只感觉一种很神奇的感觉从心里涌了出来，但是好像地方弄错，距离他最近的2人见状都笑了起来。听秋竹说，你还是个黄花小男人呢。哎，你们要干什么？我在岛上待得好好的，居然碰上了海盗，你敢信？本以为他们跟电视上演的一样有炮弹，谁知道还是用的老兵器，没热武器，还敢当海盗，跟我的无限火力说去。清晨沙滩上，秦烈将渔网甩入海中，搞定，午饭就靠你了。秦烈满意的看着沉入海中的渔网，转身走向安全屋。此时林秋竹等人已经醒了，正在屋外活动身体。一大早就去干活，昨晚我们4个人齐上阵都没给你拿下，你也太变态了些吧？哎，没办法，谁让我成了主角呢？走吧，今天任务繁重，得去林子里砍点木头，收集材料，把屋子再装修一下。哇，秦烈弟弟可真是辛苦呢，我这还是得犒劳一下你呢。那是犒劳我吗？
应该是吧？这要我们做什么？都跟上吧，力气活烧不了。秦烈带着四女在树林里穿梭，砍伐合适的木材，收集藤蔓、石头等材料。秦烈，这木头太硬了，我砍不动，你来。这林大小姐前后变化怎么这么大？憨憨，我还是喜欢你傲娇的模样。去死！就在秦烈跟林秋竹打闹的时候，赵金忽然指着不远处的树丛发出了一声惊呼，其他人全都将目光看向了他。那边好像有个人。众人警惕地看过去，只见树丛下确实躺着一个人。秦烈眉头一皱：“你们原地不动，我去看他。”秦烈小心翼翼地上前，发现一个年轻女子昏迷在地，嘴唇干裂。秦烈伸手探她的鼻息，还有气。喂，醒醒！看嘴唇的干裂程度，应该是严重缺水了。意识到对方是因为缺水加中暑晕倒之后，秦烈立刻拿出随身携带的水壶，小心地给他喂了几口水，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杨有容咳嗽了2下之后，睁开眼，看见秦烈的大脸，下意识地想了后腿。你礼貌吗？对，对不起，谢谢你给我喝水。你怎么一个人在这？还有同伴吗？我叫杨有容。秦烈见杨有容恢复了一些力气之后，开始询问起他的情况。通过杨有容断断续续的回答，他也知道对方叫杨有容，25岁，跟他们一样是飞机失事的信徒。你现在还能动吗？我们先带你回住处吧。秦烈和林秋竹搀扶着杨有容起身返回安全屋。丁，检测到基地内除宿主外人员达到5人，达成隐藏成就，人多力量大，奖励发放中。这也有成就。恭喜宿主获得奖励3级安全屋建造图纸、4级安全屋建造图纸。万能药箱，任何药物均可取出；万能厨具箱，任何厨具均可找到。-47突击步枪无限子弹已存入系统空间。我靠，巴克，系统义父，你是我亲爹，这下安全感爆棚了。等等，药箱和厨具箱，这是要让我往全职保姆方向发展。丁，触发长期主线任务建造海岛基地，任务内容1，将安全屋等级提升至4级。任务内容2，至少拥有1个子嗣。啥玩意？子嗣？系统你特么？老子刚摆脱处男的名号，直接快进岛当爹。你是人？对，你本来就不是人。你特么的？为什么？秦烈，你嘀嘀咕咕什么呢？脸抽筋了，赶紧搭把手把人扶回去啊！众人将杨有容安置在床铺上，赵琴拿来面包和水给他。谢谢你们，太好吃了。好家伙，没想到这姑娘还是个吃货。你先好好休息。秦烈，我们是不是该继续去收集材料了？对，抓紧时间。香兰姐、赵晴，你们留下照顾她。秋竹、玉晶，咱们再去搬点木头回来。等。秦烈带着林秋竹和叶玉清再次进入树林，往回搬运木材。就在他们快要回到安全屋时，树林另一边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叫骂声和脚步声。老大，这边有烟，肯定有人。妈的，这破岛还真有肥羊，给老子收，看看有没有值钱货和娘们。不好，快躲起来！秦烈迅速将2女拉到一棵大树后。是什么人？听起来不像好人。几个穿着破烂、手持弯刀和土制步枪的海盗从林间钻了出来，看到了堆放在空地上的木材和远处的安全屋。哈哈，还真有个稳，兄弟们上！妈的，真是海盗！拉卡拿出来！秦烈，你从哪边出来的？没时间解释了，你们趴好别动。秦烈猛地从树后闪出，举枪对准海盗。喂，那边的，滚远点，不然老子不客气了。哈哈，小子，拿把玩具枪吓唬谁呢？砍了他！一个海盗举刀冲来，秦烈咬牙，扣动扳机。下次就打头啊！滚！真家伙，小子，你哪来的枪？关你屁事！赶紧滚蛋！妈的，一把枪而已，我们人多，一起上，抢了他的枪。海盗们分散开，试图包围秦烈。呵呵，跟老子的无限子弹拼，那就别怪我。我用 AK 将海盗们全都吓得屁滚尿流，但是他们还是死心不改。还好我开挂，等我将他们全都一网打尽，甚至能把他们的船都给缴获。难道我终于能离开这片荒岛？海盗们眼神狠厉地盯着秦烈，秦烈扬了扬手中的枪，直指他们。再敢往前一步，我就开枪了。秦烈手中的枪让他身后的众女一个个都升起了好奇之心。林秋竹没忍住，从树后面探出脑袋看着他。秦烈，你从哪边出来的枪？那是真枪。我还不知道对面手里有没有热武器呢，你俩探出来干嘛？哎呦，我的小祖宗们，赶紧回去！海盗们跃跃欲试，海盗头目迟疑了一下，抬手将他们制止了下来。等等，先别动手，小子，你到底是什么人？秦烈伸出一只手，朝海盗头目比了个中指。是你爹，滚不滚？还不滚？那我开枪了哦！行，你小子喊，我们走。海盗头目不甘地挥手，带着手下骂骂咧咧地退入林中。秦烈保持举枪姿势，直到他们彻底消失。哼，算你们识相。
丁，达成成就兵不血刃，奖励发放简易防御工事图纸1，基础建材包1，已存入系统空间。系统衣服牛逼，这奖励来得太及时了。林秋竹看着远离的海盗们松一口气，叶玉卿轻轻拉住秦烈衣袖：“他们真的走了吗？”秦烈，你没事吧？没事，小场面，走吧，先回安全屋。安全屋，赵青、白香兰和杨有荣迎上来。刚刚外面怎么了？我们听到枪声，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来了几个海盗，不过已经被我吓跑了。听到秦烈的话，杨有荣等人一个个面色都白了几分。赵晴则是好奇地看着秦烈手中的枪，还以为是秦烈抢的。刚刚的枪声就是那些海盗打出来的吗？这个是你缴获的吗？这是我的，要不是有这把枪，我还没法给那群孙子吓跑呢。海盗？这岛上还有海盗？还不是某些人逞能，拿把枪就冲出去了。哼哼，不冲出去，难道等着他们冲进来？秦烈说着，突然身子一软，坐在了地上。瞬间，白香兰等人全都慌了，一个个全都凑到他身边，关心地查看了起来。白香兰怕秦烈躺在地上会感染伤口，指挥着其他人把他抬到了床上。你怎么了？受伤了？没事，就是刚才精神太紧张，加上之前搬木头累的，有点脱力。快喝点水。有没有哪里擦伤？就知道逞能，吓死人了。众女对于秦烈的关心，让他感觉宛如飘到了天堂。看着他那一脸享受的模样，林秋竹白了他一眼之后，起身出门。呵呵，这待遇可真好。我这里还有药膏，帮你涂一下。没事，没受伤，就是有点累。别动，万一有擦伤呢。行行行，听你们的。林秋竹端着一碗海鲜汤从外面回来，四女围着他，递水擦汗，涂药喂饭，动作轻柔，眼神关切。这哪是荒岛求生，这简直是天堂。丁，检测到团队成员情感值提升，隐藏好感度系统已激活。啥玩意？好感度系统你又整什么花活？请宿主继续努力，争取早日达成此次任务。滚！第二天清晨，安全屋外阳光洒落，众人精神饱满。秦烈将所有人召集到安全屋外的一个空地上。一夜过后，秦烈整个人满血复活，但是他一秒都没有休息，直接指挥着所有人准备建立防御工事。因为虽然前一天他将海盗们吓退了，但是谁都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卷土重来，什么时候来，而且系统都把饭喂到嘴，此时不建防御工事，何时再建？来，都过来看，这是防御工事的图纸，咱们得抓紧时间建起来。这要怎么弄？简单，先砍树，再挖坑，立木桩，编藤墙，总之干活。大家开始砍树、搬运、挖掘、编织，忙得热火朝天。秋竹，你去帮玉清绑藤条，香兰姐，你带着赵青和杨有荣去捡石头，我来立桩。就知道使唤人。走吧，秋竹，我教你。我们也行动起来吧。众人忙碌中，秦烈看着初具雏形的防御设施，面有欣慰。丁，发布新任务，完成初级防御工事建设，奖励基地预警铃铛50米范围。预警铃铛，好东西，这下更有安全感了。有这样的队友，也许真的能在这里打造一个家园。岛的另一边，海盗们待在海盗船上，听着海盗头目的激情演讲。兄弟们，咱们今天吃了一场大败仗，这事不能容忍，所以我们一定要将场子给找回来。那老大，咱该咋办呢？问得好，刚才我们已经探到了他们的底细，只有一杆 AK， 一个男的，剩下的全都是女的，而且全都是一流货色。我们只要等到晚上偷袭，绝对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到时候将那男的抓起来，当着他的面把那几个女的。所有海盗面露喜色，顿时大笑出声。海盗想要夜袭我的安全屋，但是他们没想到我手中有系统义父给的预警铃铛，不出3回合，所有海盗被打的只剩下1个。而我从那海盗口中获得了一个相当惊人的消息，岛上还有原住民，而且系统义父也似乎大有来历。安全屋外，秦烈站在屋檐下，指挥着众女建立防御工事。抓紧时间，把最后这几根木桩立起来。秋竹，左边绳子再紧一点。知道了，你别光站着指挥，倒是来搭把手啊。秋竹，我来帮你。秦烈，这样真的能防住海盗啊？防不防得住，总比没有强。再说了，系统给的图纸应该靠谱。秦烈，这个怎么弄啊？我教你。林秋竹鼓着腮帮子看着秦烈，秦烈加入建造防御工事的行动中。有着秦烈的加入，进度立马就快了许多。随着天色渐渐黑下来，防御工事终于彻底完成。同时，沉默许久的系统也响了起来。
丁，初级防御工事建设完成，奖励基地预警铃铛50米范围已发放至系统空间。感谢义父。这铃铛怎么用？悬挂于防御工事最高点，范围内出现非团队成员立即出发。懂了。秦烈将基地预警铃铛挂到安全屋内最上面那根横梁上，众女好奇地看着他手中的铃铛。这铃铛哪来的？看起来好旧。刚才收拾物资翻出来的，估计是飞机上的装饰品吧，正好能用。都听着，这铃铛一响，就说明有外人靠近，都机灵点。秦烈习惯性地演示了一下铃铛的来源，众女听到他的解释之后，一个个都是露出了原来如此的表情，并心照不宣的没有拆穿他那拙劣的谎。安全屋内，秦烈和众女商讨守夜事宜。今晚轮流守夜，2人一组，我秋竹第1班，玉清、香兰第2班，赵晴和有容第3班。好。众女看着林秋竹和秦烈，眼神戏谑。这小子真是的，唯恐自己的那些心思别人看不出来啊。深夜，外来聚集，守夜的人都快换了夜。就在所有人以为海盗们今晚不会来的时候，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杨有容看着眼前的黑暗，两腿打着颤。赵晴朝屋子跑去。秦烈，是不是那群海盗来了？来了。东南方向。抄家伙，都起来！海盗夜袭。众人被惊醒，迅速拿起削尖的木棍、石头等武器。妈的，居然还有铃铛！兄弟们，相公抢钱抢女！玉清姐能看清吗？有些勉强，需要他们朝咱们再靠近一些。我需要一个机会。你要干嘛？姐姐我以前还是射击俱乐部的荣誉会员呢。我靠，早说！秦烈猛地探身，抢过 AK， 朝外胡乱开了几枪。孙子们，你爷爷在此！海盗们下意识躲避，但是很快就发现秦烈的准头很烂。海盗头目直接下令让所有海盗朝前猛冲，很快他们就出现在了叶玉清的视线范围内。秦烈直接将 AK 丢给叶玉清，来得刚好。3名手持土枪的海盗应声倒地。牛批，玉清姐，我爱死你了！专心点！妈的，上当了！撤，快撤！想跑，秋竹、香兰姐右边包抄，赵晴、有容左边扔石头砸他们，玉清姐火力压制。众人一言行动，海盗溃不成军，最后被打的只剩下一个人躲在一个暗礁旁瑟瑟发抖。秦烈看着那只露出一个屁股的海盗，踢了踢他的屁股。他发现他每踢一下，那海盗就哆嗦一下。好笑的又踢了几下，还是林秋竹翻着白眼啪了他一下，他这才停下。秦烈拿出 AK 顶在海盗的屁股上，别动，再动打死你！饶命，好汉饶命！说你们老巢在哪？还有多少人？在东边海湾，就一条破船，没人了。破船能开吗？不能，坏了很久了。我们也是搁浅在这岛上的。岛上除了你们还有什么？还有原住民，很可怕，有诅咒，千万别去招惹他们。原住民诅咒，说清楚点。我也不知道，是只听我们的探子说，岛深处有神庙，靠近的人都会倒霉，甚至消失。把他捆起来，看好。第2天清晨，安全屋内预警铃响了起来。突然响起的预警铃，直接让还想赖一会床的秦烈一个弹射起步，朝外面冲了出去。所有人走出安全屋，躲在秦烈身后。一个皮肤黝黑、穿着简易兽皮裙的少女原住民站在树林边缘，好奇地看着他们。你是谁？你们好，我阿雅。他会说汉语。爷爷，叫一点，你们外面来。秦烈等人立刻意识到，眼前的这个阿雅就是那海盗口中说的原住民。阿雅用他那不太熟练的汉语跟秦烈等人交流了一番。秦烈随口问了一句有关诅咒的问题，阿雅担忧地看了他一眼之后，将他们带到了一个神庙中。里面古老印记答案。我先进，你们跟紧。洞穴内壁布满古老壁画，这些画好像讲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壁画上的内容是一个类似秦烈的人接触了一个发光圆盘，然后获得各种超常能力的景象。一瞬间，秦烈好奇地在心底询问系统：系统，喂，义父，这上面的内容咋跟我的经历这么像哎？因为那玩意就是我，本来我还在沉睡，结果你掉到岛上，给我激活了。这里有个奇怪的机关，别碰！杨有容不小心触碰到墙壁上一块凸起，快跑，东西要塌了！往回走。一块巨石砸向秦烈，阿雅猛地将他推开。阿雅，巨石压住了阿雅的腿，她痛苦地呻吟着。撑住，你们先出去，我去救他。秦烈，别管我，快走，这是命令。叶玉清咬牙，带领其他人快速撤离。
阿雅，坚持住！快走，别关我！诅咒开始了。神庙崩塌，我带着刚认识的小女友锲而又险地逃了出来。谁知刚出神庙又遇受潮，这生存难度是不是有些大了？神庙内巨石压住阿雅的腿，烟尘弥漫，洞穴持续崩塌。秦烈青筋暴起，抬石头，石头纹丝不动。阿雅，撑住，我这就救你出来。丁，检测到宿主面临生命危险，临时赋予爆发力正20，效果持续3分钟。巨石直接被甩飞出去，露出下面的阿雅。阿雅痛苦呻吟。快走，别关我！诅咒是真的。少废话，我带你出去。秦烈一把抱住阿雅，背起她踉跄冲向出口，结果出口被落石堵住了。该死，出不去了，只能赌一下里面还有出路了。想到这，秦烈直接抱着阿雅往回跑，直到进入了神庙深处，发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他这才将阿雅轻轻放下，检查起了她受伤的位置，腿伤严重，血流不止。伤得太重了，得立刻止血。秦烈从系统空间取出万能药箱，打开药箱，取出纱布和消毒药水，治疗阿雅。有点疼，你忍着些。先集中处理伤口，这里还不安全，可能有2次坍塌。秦烈熟练地为阿雅治疗，动作又快又稳。谢谢。小意思，不过你刚才提到诅咒，到底是怎么回事？爷爷说，很久以前有外来人和祖先合作，但他们最后背叛了约定，偷走了神庙的力量，所以先祖封锁了这里，留下警告：触怒神灵会带来灾难。我们不是来偷东西的，纯粹是意外掉下来的，只想活下去。那些话记录了过去的事。秦烈目光转向壁画，内容显示的是一个原始人模样的古老先民与一个发光圆盘互动，从中获得知识技术和超越时代的系统依附，这上面画的玩意真是你？不然呢？本系统乃是高等文明下发的指引系统，本来在这庙里睡得好好的，你一头栽进岛里，哐当一下把我激活了。我操！所以你真是个古董文物。是指引系统，高端货，放尊重点行吗？祖先曾非常信任那些外来人，但他们利用完就背叛，还想夺走核心，所以仙妹们才封锁了神庙，切断联系。所以所谓的诅咒其实是一种保护机制，是为了防止神力再被窃取。懂了，我们纯属路过，对偷你家东西没兴趣，现在关键是怎么出去。阿雅指着一处墙壁，那里有一个凸起。那里。秦烈按下按钮，一阵低沉的机关转动声响起，一道隐蔽的石门缓缓划开。走，我带你出去。阿雅揽着秦烈的脖子，脸颊微红地靠在他怀里。秦烈带着阿雅快速通过暗门，重返树。天色已彻底暗下，远处传来令人不安的野兽低吼。玉清、秋竹，你们在哪？黑暗中，数双幽绿的眼睛亮起，缓缓逼近。秦烈取出手枪。该死，忘了步枪已经被我扔给于清了，手枪不太够。就在秦烈拿着手枪防备着兽群的时候，一连串枪响直接将兽群撕裂开一条血路。秦烈看去，正是叶玉清等人。秦烈，我掩护你，赶紧出来！一头野兽猛地扑来，叶玉清沉稳点射，砰一声精准。牛批，玉清姐，你这枪法比我强太多了。基本操作，节省子弹，他们数量不少。不用省位。叶玉清连续精准点射，枪枪致命，扑来的野兽接连倒地，剩余的被震慑，缓缓退入林中。危机解除，赶紧撤！众人不敢停留，迅速护送伤员返回了安全屋。安全屋内，林秋竹情绪失控，一把紧紧抱住秦烈，声音呜咽：“你下次再敢这样一个人冒险，我就……”秦烈轻笑着揉了揉林秋竹的脑袋：“就怎样？开除我，扣我工资，现在可没公司给你管了。我就再也不理你了。好了，没事就说万幸。快喝点水压压惊。那个有吃的吗？我现在又怕又饿。”杨有容这一打岔，令众人哭笑不得。不过紧张气氛也被缓和了，放松下来的秦烈看向角落默默处理伤口的阿雅：“腿感觉怎么样？要有效吗？”好多了，凉凉的，不疼了，谢谢。丁，检测到团队成员情感纽带大幅增强，隐藏好感度魔怪正式激活，奖励语言通晓胶囊4，服用后可瞬间掌握任意一种语言。这玩意来得正好，给阿雅、秋珠和玉清姐安排上，沟通就方便了。秦烈自己吃了一颗胶囊，掌心变出另外3颗，递给阿雅、林秋竹和叶玉清。来，3位美女尝尝这个新到的特产。秦烈忽悠着3女服下胶囊后，就看见她们的眼神先是茫然，随即骤然亮起，充满惊奇。
我好像变得不一样了。哎呀，你现在说话说得好清楚啊！好神奇的糖豆，那是哥的运气，那可是经过认证的。林秋竹别过脸，小声嘟囔，耳根微红。哼，臭美，那我就当林总这是在夸我。滚啦，自恋狂！安全屋内烛光摇曳，众人围坐在一起，气氛温馨，轻声交谈。窗外的夜色深沉而宁静。海盗基地，一伙穿着现代服装的人从海盗船上下来，一个一脸猥琐的年轻人给一个满脸络腮胡的壮汉扇着。杜哥，刚刚那地震，很明显有人抢先一步找到了神庙。这怎么行？我们制造这场飞机遇难的戏码就是为了这儿。呵呵，别担心，老子想要的东西还没人能抢走。这里明明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海上孤岛，却有人总想从我一个连活着都艰难的人手中抢东西。幸亏我有系统衣服给的狱警领导，提前知道了队伍里面混进了内鬼，我一顿操作将他揪了出来，并从其口中得知了幕后黑手的名字。哎，没办法，只能请他们尝尝掰开的味道了。海盗船废墟，赵玉明抱着渡海的腿，一把鼻涕一把泪。杜哥，我只是一个小卡拉米，我真当不了卧底。早一些的时候，渡海的小弟们开会。老大，咱们现在1没装备，2没情报，只是知道他们有很多物资以及一把挨开，这怎么打？呵呵，智取。渡海看向赵玉明。沙滩上，秦烈等人正在进行每日的工作。秦烈突然看向一旁，众人顺着秦烈目光看去，只见赵玉明衣衫褴褛、一瘸一拐地从树林里走出来，脸上还抹着泥灰，看上去十分狼狈。你明天一早就给我混进去，装成落难的，摸清他们底细，尤其是那把 AK 和那些来路不明的物资到底藏哪儿了？杜哥，您的意思是？找到那个东西，发光圆盘状，很可能被他们当普通玩意儿收起来了，那才是我们搞出这场空难的真正目标。拿不到它，咱们谁都别想好过。明白明白，我肯定混进去，给您当眼镜。枪还你，子弹确实无限，很神奇。玉清姐，你昨天那几枪真是这个变过就是不一样。基本操作，不过子弹无限这种事确实超出了我的认知。运气都是运气。喂，那边好像有人。赵玉明虚弱的招手，声音沙哑。救命！有没有吃的？又是幸存者，这岛上到底掉下来多少人？看着是挺惨，走过去看看。小心点。秦烈几人走上前，保持一定距离。你叫什么？怎么一个人在这？我叫赵明。飞机出事后，我一直躲在树林里，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有吃的吗？求求你们了。给你，先吃点吧。谢谢谢谢。你之前躲哪了？怎么没听到动静？我躲在一个小山洞里，吓坏了，不敢出来。直到昨天听到枪声才敢出来找。枪声？你分辨得出枪声？咦，以前在电视上听过，有点像。行吧，你先跟我们回屋休息一下。谢谢，太感谢了。安全屋内预警铃声一直在响，赵玉明坐在床边，眼睛却不住地打量屋内的陈设，看到墙角的 bug 和床上堆着的系统物资时，目光多停留了几秒。听到预警铃声响起，秦烈一开始还以为是赵玉明刚来，还没有彻底融入自己的阵营，但是这声音一直在响，这种情况除了那群海盗袭击的时候以外，就再没出现过，所以这代表哎，这预警铃一直响，所以这位幸存者到底是什么成分呢？好难猜。喝点水吧。谢谢谢谢，你们东西还挺多啊，都是从飞机上找到的吗？真幸运。关你什么事？吃你的喝你的就行了。是，我就是好奇，这荒岛野岭的，你们日子过得还挺好。怎么羡慕？不敢，就是觉得各位本事大。丁，检测到非团队成员持有恶意意图，隐藏任务触发救出内鬼，任务目标确认并控制潜伏者，任务奖励团队忠诚度检测仪，一次性。哟，还有任务，好人呐，开局就明牌了，这是白送我一个奖励。行了，大家都休息的差不多了吧？秋竹、香兰姐，咱仨再去搬点木头，把东边那的缺口堵上。玉清姐，你留下看家，顺便教新来的赵明兄弟怎么用削尖的木棍防身。听到秦烈的话，众女皆是默契地演了起来。啊，又搬木头。走吧，秋竹。秦烈带着林秋竹和白香兰离开，叶玉兴拿起一根削尖的木棍，走向赵玉明。来，我教你基本的刺击动作。那个姐，那真枪不用收起来吗？多危险啊！没事，我会用。看好了，动作要这样。安全屋外，你俩在这等着，盯着点屋里的动静。好。你们盯紧了，尤其是他靠近挨开或者那些物资的时候。好，你小心点。秦烈假装绕去屋后，实则悄悄潜伏到安全屋的窗户下。
安全屋内，叶玉卿正背对着赵玉明演示动作。赵玉明见时机成熟，猛地从背后扑向叶玉卿，试图用胳膊勒住她脖子。对不住了，美女，借你枪用。赵玉明本该避中的一击，却被早有防备的叶玉卿一个闪身直接躲过，一击不中，赵玉明反而被叶玉卿打倒。哼，等你很久了。叶玉卿迅速转身，用木棍抵住赵玉明喉咙，将他制住。与此同时，秦烈、林秋竹、白香兰也冲了进来。精彩，玉卿姐，你这反应绝了！你们算计我？说吧，谁派你来的？目标是啥？挨开还是别的？哎呸！老子什么都不会说。哦，是吗？从系统空间取出药膏，在他面前晃了晃。认识这玩意不？效果极好。你说，要是把它和泥沙混一起，在你伤口里，会不会特别痒，特别想挠？你敢？他当然敢，他变态的很。我说是杜海哥派我来。发现计划败露的杜海，直接带着团伙夜袭安全屋，想用炸药炸毁我的安全屋。就在我坚持不住，想要出去跟他们爆的时候，阿雅透露神庙藏有防御机关，我咬着牙将杜海他们赶走之后，再看神庙，至此反击开始。夜晚海盗船废墟，杜海听着一个手下汇报，脸色越来越难看。杜哥，赵玉明那小子失手啊，被他们抓了。废物，全是废物，老子亲自去。杜哥，他们好像有准备，工事都建起来了。公事，老子有炸药，把他们连同那破屋子全给老子炸成天，我就不信炸不出来那核心。杜海拿起一个粗糙的炸药包，眼神疯狂，召集所有人，带上家伙，今晚踏平他们。安全屋外，炸药准备好了吗？给我炸！准备好了，杜哥。啊，他们有炸药！趴下，都趴下！东南方向至少10人。香安姐，帮我挡一下。秋竹，低木头。啊，你什么时候藏的这么多东西？别问，问就是运气。到2个。妈的，还有狙击手，全部压上去。玉卿姐，牛批！基本操作。林秋竹突然捡起地上手枪，我也来。你会吗？林秋竹闭眼开枪。姑奶奶，你还是低木头吧。我这不是想帮忙吗？秋竹，心意到了就行。就在秦烈等人正仗着火力优势压制着杜海等人的时候，阿雅突然开口：神庙，我记得还有一张防御机关图。什么图？爷爷说过，神庙最深处有祖先留下的防御机关图纸，能抵挡外敌。你怎么不早说？我也是刚刚才想起来。丁，触发任务获取防御机关图，奖励夜视一2陷阱图纸1。义父，你真是我亲爹。秦烈，你给老子滚出来！滚你妹！有本事你进来，继续炸，给我炸平这破屋！玉卿姐，掩护我一下，我布置几个陷阱。叶玉卿疯狂朝着杜海等人扫射，秦烈从系统空间取出陷阱图纸，迅速布置。林秋竹好奇地凑到他身边，这又是什么？半锁陷阱，踩中就得摔个狗吃屎。你这人总是有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那是，哥可是天选之子。秦烈，他们好像又要冲了。玉卿姐，叶玉卿点头，火力全开。杜海等人前冲的势头被压了下来。撤，先撤，明天再来。总算退了。吓死我了！没事，九竹。夜视1、2个，陷阱图纸1份，好东西。明天我陪你去神庙。不行，玉卿姐，现在队伍里的战力只有咱俩，我拿着手枪跟阿雅去，你拿着 AK 跟秋竹、香兰姐他们一块留守。我也能帮忙。你乖乖带着就是最大帮忙。哥。第2天清晨，安全屋内，玉卿姐，一个你拿着，另一个我带着。你们小心点。放心，这次是去拿图，不是去打架。早点回来。好儿。秦烈与阿雅踏入树林，神庙入口外，里面很黑，跟紧我。你走前面，我断后。2人一前一後进入神庙。阿雅，机关图在哪来着？在最深处，祭坛后面。这祭坛怎么打开？这里有个凹槽，像是放什么东西的。丁，检测到系统能量残留，是否注入能量打开机关？注入。拿到了。有人来了。撤。 2人迅速退出神庙。安全屋外，秦烈展开图纸。来，都来看看。这什么呀？画的跟鬼符似的。这是祖先的防御机关，要配合陷阱使用。正好，系统给了陷阱图纸。陷阱抓野兽的吗？抓人的。
泡泡。阿雅，你来帮我埋弹锁。好。秦烈等人忙活了半天，直到太阳已经开始偏西，那防御机关才彻底布置完成。看着自己的杰作，秦烈十分的美。休息会儿吧。差不多了，今晚就看他们的了。夜晚，安全屋外，杜海等人抱着更多的炸药。秦烈，交出核心，要不然现在的炸药当量可是足够把你们的小破屋子炸飞。不是哥们，这碉堡哪来的这么多材料制作炸药？别炸，我这就把东西给你。这才对嘛，把圆盘拿来。玉清姐，准备狙击。明白。秦烈缓缓走向杜海，手中握着一块普通石头。义父，检测一下他们的炸药。呵呵，里面都是土。操，我就知道。来，接住了。哎呀！一耍我，这根本不是圆盘。就是现在。叶玉清一枪命中杜海右臂。该死的，被识破了全部上，杀了他们。杜海小弟纷纷往前冲，陷阱触发，全军覆没。坐飞机！秦烈，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秦烈不跟他们废话，招呼着叶玉清。一阵枪响过后，杜海等人全军覆没。呼，总算是结束了。丁，恭喜宿主累计击杀数达到250，达成成就屠夫，奖励加特林、爆蓝火无限子弹。我刚拿到加特林，就有经验宝宝送上门来。从他们口中，我得知了杜海还有好几个据点。为了以防万一，我直接抄家伙前往了杜海的老窝。我靠，加特林还是冒蓝火的。义父，你是我亲爹，亲爹。秦烈从系统空间提出一挺闪烁着金属寒光的加特林机枪，枪管粗长，结构狰狞，整体充满力量感。这又是什么啊？重机枪，你从哪儿弄来的？男人的事你别多问。秦烈，这看起来太危险了，还是别。秦烈兴奋地抱着加特林冲向屋外。没事，我就对着那边没人的树里来几发。秦烈端着加特林，对准远处一片茂密树林，扣动扳机。燃起来了！加特林枪口急速旋转，喷出湛蓝色火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响起，子弹风暴般倾泻而出。啊，我的耳朵！好吓人！金属风暴肆虐，远处树木枝叶纷飞，木屑四溅，瞬间被扫到一大片。然而，高速摩擦产生的热量瞬间引燃了干燥的树木和地面枯草，一瞬间，枪声停了，取而代之的一道道尖叫声响了起来。着火了！不好，森林大火！火势借助风势迅速蔓延，浓烟滚滚升起。丁，紧急任务发布：扑灭森林大火，奖励消防套装、高压水枪2、防火服10、地下洞穴地图碎片1。我操，玩脱了！快救火！义父，爹，给我预支一下奖励。呵呵，奖励预支成功，请宿主前往海边拾取。五虎，爱死你了！所有人去海边打水。玉清，你用加特林开辟一条隔离带，阻止火势蔓延过来。明白。阿雅、林秋竹、白香兰、赵晴、杨有容拿起所有能装水的容器，冲向海边。秦烈将加特林往叶玉清怀中一扔，朝海边跑去。叶玉清对着安全屋和火势之间的地带疯狂扫射，清除一切可燃物。秦烈在海边看见了2把造型奇特的高压水枪和7套防火服。野生的高压水枪跟防火服，你们一人一套。秋竹，你把多出来的这一套拿给玉清。似乎是习惯了秦烈会时不时掏出来奇奇怪怪的小物，所有人都没有在意突然出现的现代消防装备。装备加深的瞬间，灭火效率大增，尤其是高压水枪，威力惊人。经过一番奋力扑救，火势终于被控制，并逐渐熄灭。但大片林地已被烧毁，地面一片狼藉，悟出了一个之前被植被掩盖的黑黝黝的洞口。那是什么？是个洞门，好像是地下入口。任务完成，奖励已发放。地图碎片，先看看。秦烈意识沉入系统空间，看到一张残破的古老皮纸碎片，上面勾勒着模糊的路线和符号。设画的啥玩意？算了，看不懂，先收着。总算灭了。秦烈，都怪你。意外，纯属意外。有人来了。只见树林另一头，约莫5个人影正警惕地朝他们走来，手中拿着削尖的木棍或石块，眼神中充满了警惕和一丝贪婪。为首的是一名脸上带疤的壮汉，名叫李三。喂，你们是什么人？刚才那大火和巨响是你们弄出来的？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不是哥们，这空难的存活率也太高了吧！先是我们这一伙人，再是杜马增大伙人，现在又冒出来一批明显也是空难幸存者的家伙。李三打量了一下秦烈手中的加特林和水枪，又看了看他们身后的安全屋，眼中闪过惊异。你们东西不少，我们没恶意，也是空难的幸存者，躲在那边林子里被任何声音引过来的。
小心点，来者不善。既然是幸存者，那就好好说话。我们刚灭了火，没什么能招待你们的。李三身后一个瘦小男子眼神闪烁，低声对他说话。李哥，你看那枪，还有那屋子，他们肯定做的流油，而且那人我看着有点眼熟。闭嘴，兄弟，别误会，我们就是好奇过来看看。这荒岛野岭人多力量大，要不咱们搭个伙？搭伙？怎么个搭伙法？我们有力气，可以帮你们干活，换点吃的喝的，怎么样？黄鼠狼给鸡拜年。行，不过我们这规矩多，得是我们的规矩，而且得先看看你们有没有别的心思。丁，检测到非团队成员激进，时有混合意图求生和贪婪。隐藏任务触发肃清内奸，任务目标识别并处理心怀不轨者，奖励团队忠诚徽章5，佩戴者无法背叛。忠诚徽章，好东西，正好试试刚得的检测仪。秦烈从系统空间取出那个一次性的团队忠诚度检测仪，一个类似铜钱剑的简陋装置。来，既然要搭伙，先做个简单登记。这是我祖传的测谎仪，问问话，没问题，大家就是兄弟。测谎仪，兄弟，你这玩意靠谱吗？试试不就知道了。谁先来？李哥这。侯姐，你去。很简单的，你就说，对着他说，我是真心想加入你们，没有别的坏心思。我当然是真心的，绝对没有坏心思。检测仪疯狂摆动，猴子头上显示红色的虚假区域，秦烈直接拔枪，一击毙命。侯姐，李三一行人立刻紧张起来，纷纷举起手中简陋的武器。给你们机会，你们也不中用。别动！林秋竹等人也立刻拿起武器戒备。李三对猴子怒吼：“侯姐，你这么坑我！”李三转头看向秦烈求饶。兄弟，不，大哥，这事跟我没关系，都是这猴子拴多的。他之前是渡海的小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是想吃口饭。你想活命？李三等人跪下，双手举过头顶，连连点头。想，我肯定想。渡海，看来他还有其他窝点，带我过去，我就让你们加入。李三等人吓得一哆嗦。现在还有谁有别的想法？大哥，我们跟您混，绝对忠心。任务完成，奖励已发放至系统空间。我好不容易将基地人口扩张到50多个，成功触发了成就。就在我快要在岛上当上皇帝的时候，救援到了，但是这救援来的也太巧了。安全屋外，秦烈从系统空间取出4枚造型古朴的青铜徽章，扔给李三等人。既然跟了我，就得守我的规矩，带上他以后就是自己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谁要是背叛，呵呵，后果自负。谢谢大哥，我李山以后这条命就是您的。行了，你们收拾一下，带我去渡海的其他窝点。其他人也纷纷带上徽章。秦烈看着眼前4名新成员，加上林秋竹、白香兰、赵晴、叶玉清、杨有容、阿雅，此时正好10人，但是系统的提示音却没有响起。看来还是不够。玉清姐，你们守家，我去就回。秦烈端着加特林，带着李三等人离开某个山谷中。秦烈看着面前的几10个人以及一堆物资，偏头看向李三。渡海的老窝就这些了，没漏掉什么密室暗格吧？大哥，绝对清干净了，所有武器和人都在这呢，缴获的罐头、药品、工具都堆在那边，俘虏一共48人。安全屋外，秦烈带着所有人回到了安全屋，而他此时脸色有些不自然地看看安全屋，又看看身后的一堆人。丁，基地总人数达到50人，达成隐藏成就人丁兴旺，奖励发放5级主基地建造图纸，含医疗站、厨房、娱乐室、高级安全屋、高级防御工事建造图纸，忠诚徽章无限发放，已存入系统空间。芜湖，一夫大气，主基地终于来了。嗨，李三，你带人先把这些新来的安置好，给他们弄点吃的喝的，别饿着，然后组织人手，按着2张图纸，先把主基地和防御工事的框架搭起来。是，大哥放心，保证办得妥妥的。一下子来这么多人，管得过来吗？万一再出个赵玉明那样的，怕啥？咱有忠诚徽章。再说，不是还要你和玉清姐帮我盯着吗？对了，秋竹、香兰姐、赵晴、有容、阿雅、玉清姐，你们准备一下，跟我去个地方。去哪？去地下洞穴瞧瞧。火灭了之后悟出的那个洞，我总觉得里面有点东西。会不会有危险？所以得咱们核心团队去。玉清姐火力掩护，阿雅熟悉古老机关，秋竹指挥，香兰姐照顾后勤，赵晴和有容负责喊666。我才不是啦啦队，我可以帮忙拿东西。你就知道使唤人。走吧，早点探查完，早点回来。地下洞穴内，
众人打着火把，沿着暗长的隧道缓缓前行。洞穴深处吹来阴朗的风，理念好 C 呀！跟紧，注意脚下。这些痕迹很古老，但不是我们先祖留下的。看来这岛比想象中还热闹。丁，触发探索任务，破解洞穴机关。任务目标成功通过3道远古机关陷阱，奖励文明语言翻译器1，能量核心1。机关义父，这也在你的计算之中吗？机操物6。秦烈带着人一直往前走，不多时，前方出现3条岔路，每条路口都矗立着一座布满奇异符号的石碑。他们停下来，面面相觑。3条路，走哪条？这些符号记载的是警告：左边死路中间，换路右边，生路但不有考验。考验，那就是右边了。哎呀，靠你了！大家踩我的脚印走，千万别碰墙壁。众人小心翼翼跟随，通道两侧墙壁布满细小孔洞。这些孔洞是？应该是箭矢或者毒针机关，触发机制可能是压力或者光线。突然，杨有容脚下一滑。墙壁孔洞传出击破声，叶玉清迅速开枪打坏了几个发射口。小心点！阿雅快速踏前几步，按住一块不起眼的岩石。好啦，好险！第2道机关是啥？前面应该是声控迷宫，发出太大声音会引动墙壁挤压。都晋升，跟紧阿雅。众人无声地穿梭在迷宫般的通道中，但是不出意外的又出意外。赵晴不小心踢到一颗小石子，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墙壁缓缓移动，快跑！这边快！众人快速冲过即将合拢的通道缝隙。第3道呢？最后一道是智慧机关，需要解读壁画信息，按下正确的顺序按钮。众人来到一间宽阔石室，墙上布满精美壁画，描绘着一个发光圆盘与远古先民互动，赋予他们知识技术的场景。壁画尽头是几个按钮。这圆盘系统义父，真是你老家？准确来说，是我上一任宿主工作过的地方。这画的是什么？外星人？这些符号的顺序代表了接纳知识守护。阿雅依次按下3个按钮，机关转动声响起，最后一道石门缓缓开启。任务完成，奖励已发放。手中多出一个巴掌大的金属圆盘和一个散发着微光的菱形水晶。翻译器和能量核心有啥用？翻译器可破译任何文字语言，能量核心是维持神庙运转的关键。石门后是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中央矗立着一台布满灰尘却仍在运行的复杂机器，机器顶端道光束射向洞顶，似乎穿透了岩层。这是什么机器？还在运行？它好像在发送什么信号。这玩意不会是在呼叫什么吧？突然，洞外传来隐约的轰鸣声，且越来越近。什么声音？好像是打雷。不是直升机。众人迅速冲出洞穴，只见一架涂着国际救援标志的直升机正缓缓降落在不远处的空地上。是救援，我们终于能回家了。这么巧，我刚拿到能量核心。丁，紧急任务守护能量核心，任务目标阻止搜救队带走能量核心，奖励隐身斗篷，使用时长30分钟。我明明被困在荒岛，连生存都艰难，面对救援人员，我却直接掏出了加特林，只因他们没一个是好的，就想从我手里将系统衣服抢走，所以我直接跟踪他们，一把将他们的海上基地给炸了。沙滩上，直升机舱门打开，一名穿着搜救队制服、眼神锐利的中年男子带着几名队员走下飞机。丁，紧急任务守护能量核心，任务目标阻止搜救队带走能量核心，奖励隐身斗篷，使用时长30分钟。果然来者不善。我们是国际搜救队的，听说这里有幸存者，你们安全了。现在请有事登机，我们将带你们离开这里。太好了，得救了！领队目光扫过秦烈等人，最终落在秦烈手中尚未收起的能量核心上，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那位先生，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似乎是危险的装置，请交给我们专业人员处理。秦烈将能量核心往后一藏，咧嘴一笑：“不好意思，长官，这是我家传的宝贝，就不劳您费心了。这很可能与一期重要国际事件有关，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秦烈，他不对劲。秦烈，给他吧，我们好不容易等来救援。长官，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不过我们在这岛上过得挺好，暂时不想离开，您请回吧。你知道拒绝合作的后果吗？什么后果？难不成您还想强抢？执行第2方案，带走目标物品。检测到同源能量波动，他体内有劣化的系统碎片，他目标是吞噬我进行升级。妈的，
原来是同行来砸场子。玉清姐，抄家伙，这飞机不能上。听到秦烈的话，叶玉清瞬间举枪，而林秋竹等人也立刻反应过来。愚蠢！一架破机枪就想对抗现代武装？呸！试试就试试，看看是你的子弹多，还是老子的蓝火加特林吗？秋竹，你们找地方躲起来。林秋竹等人一早便躲进了树林，探出脑袋给秦烈加油。加格林枪管开始疯狂旋转，枪声响起的同时，直接让其他还想登机离开的幸存者四散而逃。秦烈也没空管他们，他忙着指挥叶玉清跟阿雅对敌呢。玉清姐，压制左翼。阿雅，右翼陷阱触发情况怎么样？左侧3人清除，弹锁陷阱生效了，2人倒地。用震撼弹逼他们出来。是。一枚震撼弹滚入秦烈等人掩体附近。沃尔多，我头好晕。秋竹，坚持住。丁，成功击退第一波进攻，奖励发放防弹盾牌。3，医疗无人机。1，已存入系统空间。玉清姐，香兰姐，截断。他们撤了。撤退，暂时撤退，启动直升机。想跑没那么容易。从系统空间取出一个微型追踪器，迅速掷出，精准吸附在直升机起落架上。你扔了什么？一点小礼物。走，先回安全屋，救人要紧。两拨人离开，幸存者们面面相觑。怎么办？我们继续追寻老大。李三几个人朝安全屋走去，其他人犹豫了一会，也跟了上去。安全屋内，秦烈拿出医疗无人机，其他人都好奇地看了过来。晴晴，修竹姐，对不起。哎，算了。秦烈，你拿的什么东西？鹏问这是啥？这可是好东西，来，让他给你秋竹姐扫描一下。无人机发出柔和蓝光，扫描林秋竹。轻度脑震荡，建议静养12小时，以发放镇静剂。你才脑震荡，我来喂他。秦烈举起能量核心，转身面对众人。各位，那帮人根本不是搜救队，是冲着这东西来的。没事啥？不知道。那群家伙明显是想要抢这东西，肯定是个好东西。那你打算怎么做？跟踪他们，端了他们老窝。玉清姐，阿雅，你们跟我去，其他人留守。李三负责防御工事升级，向兰姐指挥内务。我也要去。乖，你现在的任务是休息。向兰姐，看好他。放心。海边，秦烈带着人将海盗船给修好，就用这个悄悄跟上去。这船真的还能开吗？我稍微强化了一下，放心，沉不了。弹药充足，随时可以出发。出发。依附导航追踪信号。信号已锁定，方向东南，距离37海里。触发任务潜入海上基地，奖励水下呼吸器。2，爆破炸药。5，收到。玉清姐，阿雅，准备一下，到时候我们可能得水下潜入。明白。我会闭气。海上基地，秦烈将船停在距离海上基地还有不少距离的海域。为了以防万一，在距离海上基地很远的地方，秦烈直接将锚抛下去，随后带着叶玉清两人将海盗船内的救生船放了下去，乘坐救生船到了海军基地外围。搞得跟军事基地一样。检测到水下入口位于基地东侧，防御较弱。很好，玉清姐，呼吸器。你确定这玩意儿能水下呼吸？放心，小秦出品，必属精品。现在下去吗？再等等，他们的换岗时间应该快到了。1小时后，秦烈看到对方开始换岗，朝两人摆了摆手。行动。3人悄声入水，从水下通道潜入基地内部。基地走廊，秦烈等人从水道中钻出来，举枪警戒。没人，安全。这些标记和神庙的很像。看来这组织专门收集这类东西。衣服能扫描核心位置吗？核心能量信号被屏蔽，无法定位，但检测到同源碎片信号，位于中央控制室。先去控制室。控制室外，秦烈躲在转角，偷听2名队员交谈。听说觉醒计划快要启动了。嘘，小声点，那可是最高机密。只要集齐3个能量核心，就能启动天启。那这次抢来的那个？好，那帮蠢货根本不知道它的价值。走吧，换岗了。觉醒计划，天启3的核心。现在怎么办？先回去，情报够了。阿雅，能布置个延时爆破吗？可以。走，撤。海中，返程船上。那个觉醒计划，听着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得尽快提升实力。我总觉得这事还没完。任务完成，奖励已发放。下次再来就是决战了。
我只是想要在岛上好好的活下去，却总是有人来找我的麻烦。就在刚刚把外来的那群家伙干掉，又冒出来一群原住民要把我们撵出去，还有没有天理？傍晚，沙滩上，秦烈等人回到海岛之后，立马就开始了布防。就在秦烈指挥着众人布置防线的时候，系统又来消息了。丁，新任务发布，潜入敌营，获取系统起源档案，奖励系统升级权限1。起源档案哟，义父，你还要档案呢？少废话，去不去？义父，你别急嘛，今天太晚了，您再去行不？系统没有再回话，秦烈也就当他是默认，继续指挥着众人布防。只是心绪早已经不知道飞到哪去了。第二天清晨，安全屋外，秦烈将所有人聚集到一块，开了个小会，最终决定自己一个人去执行任务。我不确定他们还会不会再来，所以我要再去一趟。只不过这次不带任何人，你们负责守家，主要就是护住神庙，不要被偷家了。现在你们还有问题吗？众人摇头，小心点，别再容易身伤回来了。早点回来，别又让我们去捞你。放心，这次是去偷东西，不是去打架。海上基地外围，秦烈通过望远镜观察，嘴里啧啧称奇。哟呵，修得还挺快，这才几天，栅栏的东墙又补好了。秦烈用老办法从水下潜入，基地内部守卫来回往复的在基地里巡逻。这一次，秦烈很明显的感觉到了对方的防守变得严，不过他直接披上了系统奖励的隐身衣服，大摇大摆的从他们面前走了过去。检测到服务器是位于 B 区2层。哥，我光知道位置有什么用？没有路线吗？导航功能已开启，现在向左转，遇到一个狗洞钻进去。尼玛，老子穿着隐身衣还要走狗洞？不走狗洞也行，还有个总路程需耗时3小时的。停，我走还不成吗？秦烈钻进狗洞之后，缓慢地蠕动着，正想吐槽2句，却听见了有人在说话。听说那海岛上的家伙潜进来了，还把基地炸了。可不是嘛，老大发了好大的火，说再发生这种事，我们都得喂鱼。妈的，那家伙到底什么来头？加特林都扛出来了。切，你爷爷我来头大了。秦烈按着系统给的导航兜兜转转，在狗洞里爬了1个多小时，布下了自己都数不清的炸弹之后，这才到主控室。主控室，秦烈打晕操作人员，将 U 盘插进主控电脑上。义父，档案下载要多久？3分钟，保持连接，别断线。快点，我有种不好的预感。秦烈话音刚落，一阵阵脚步声便从外面传了进来。靠，老子不是穿的隐身衣呢吗？怎么这么快就被发现了？还有15秒，撑住！秦烈暗骂了2句，外面的人见推不开门，直接开枪。听着门上传来的子弹碰撞声，秦烈知道这门撑不了多久，15秒很快就到。秦烈拔下 U 盘，掏出加特林，对着门就是一阵扫射。你大爷的，吃子弹的！枪声停息，基地队员们四散而逃，秦烈趁乱逃了出来。该死，撤退！他跑了，在那边。呵呵，拜拜了你嘞！用电击网活捉他！想得美！丁，任务潜入敌营，获取系统起源档案已完成，奖励系统升级权限，即刻开放任务更新，炸毁海上基地，奖励电磁脉冲手雷3。这就对了，预知奖励。丁，检测到特殊情况，奖励电磁脉冲手雷3已发放。哈哈哈哈，小虾米们，吃炸弹吧！秦烈将手雷扔出去，同时跳进海里。海上基地上爆发出连环爆炸，彻底沉了下去。妈的，差点就给自己也扎进去了。哟，炸得还挺灿烂。义父，这下总不会还有人惦记着你了吧？那可不一定。总说丧气话，走，回家。安全屋外，你没事吧？刚才那点爆炸声我们都听到了。白香兰紧张地查看秦烈全身，没受伤吧？不啊，我卡了仪。我也帮忙啊。任务完成，还顺手把他们老家炸了。丁，任务完成，奖励5。对了，把你忘了，义父，升级。升级中，升级完成，新增功能物资合成远程通讯地图扫描。见到秦烈又在对着空气傻笑，林秋竹等人已经见怪不怪了。其他刚加入的成员看着自己的老大这神经兮兮的样子，皆是陷入了沉默。咱老大，老子没问题吧？应该没问题吧？哈哈哈，这下咱们能见真正的大本营了。1个月后，来，看看咱们的新家：风力发电、淡水净化、农田医疗站、娱乐室，应有尽有。你哪来这么多现代工具和材料？都是之前从基地借的。你管那叫借？反正现在也用上了。秦烈，这个净水器怎么用啊？我想去种菜，我去检查防御机关。丁，发布任务，建成自给自足基地，奖励自动化防御塔蓝图1。兄弟们，动起来，今晚吃火锅。夜晚，基地篝火旁，没想到我们真的在荒岛上建了个家。
那可不，有我在，哪都是假。防御塔明天就能立起来。秦烈，明天能捕龙虾吗？我也要去。有人来了。谁？几名身穿兽皮、手持长矛的原住民从林中走出，为首是一位老者。外来者，你们触碰了不该触碰的力量，这座岛不欢迎你们。长老。啊！阿雅，你还活着，快回来，他们更危险。阿雅犹豫了一下，站在了秦烈身后。长老叹了一口气，秦烈上前一步。我们没恶意，只是想活下去。神庙之力不是你们该拥有的，离开，否则诅咒必将降临。诅咒又是诅咒，要动手。别急，老人家，我们谈谈。3天内你们不离开，神灵的怒火将由你们承担。看来这岛的秘密才刚刚开始。对不起，他们都是我的族人。这不怪你，你没有帮着他们对付我们，不是吗？丁，新任务提示应对原住民威胁，奖励未知。义父，你这奖励越来越抠了。不要，那不给了。行，你牛逼，我要还不成吗？3天时间够我们把防御塔建起来了。各位准备好，新一轮的生存挑战来了。我不过是得到了系统义父的青睐，可是外面的人想要抢，海岛上的原住民也要凑热闹，那就打得他们无人敢再来进犯。接上集秦烈捣毁海上基地之后，又碰上了原住民长老带人前来威胁。他们离开之后，没过多久，岛上的天气便出现了巨变。秦烈皱着眉看向外面，这鬼天气怎么说变就变？刚才还晴空万里，现在这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的，还有这林子里的动静，野兽都疯了吗？不只是天气，你看外面树都在晃，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撞防御墙。不像自然现象，难道是那些原住民说的诅咒？秦烈，他们说的3天期限还没到，这会不会只是警告？管他警告不警告，别来江挡水来突演。咱现在有防御塔，有陷阱，有枪有炮，还怕他们玩玄学？丁，新任务发布，抵挡原住民3次进攻，奖励气象控制器初级。气象控制器，这玩意听起来就牛逼，又能种田，又能打架，义父终于大方了一回。赵琴抱着一筐烤好的鱼跑过来，杨有荣紧跟其后，缩了缩脖子。吃饭啦，吃饭啦！啊，外面怎么变成这样了？好吓人，我感觉地都在震。巴雅站在窗边，脸色苍白。是长老，他们启动了神庙的守护之力，这不是诅咒，是神庙的防御系统被激活了。仔细说说，什么防御系统？怎么关掉？爷爷说，这是祖先为了保护神庙不被亵渎圣力的力量，一旦触发，会引动天象，驱使岛上的生灵攻击入侵者。只有关闭神庙地下的核心才能停止。核心是那个发光的能量核心。但核心一旦关闭，神庙的所有力量都会消失，包括您身上的那个系统。那怎么行？关了系统，我们怎么办？这么多人都指望着他呢。代价太大，不如先扛过去。关什么关？不关，老子倒要看看是他们的玄学厉害，还是老子的狼火加特林和防御塔厉害。秦烈出来面对众人，声音洪亮。都听着，原住民们估计马上要攻过来了。李三，大哥，你吩咐。带你的人守好东边陷阱区，一旦出发，别急着补刀，等他们乱套了再打。是。玉清姐，你带狙击队上防御塔顶层，专打带头冲锋和看起来像头目的。明白。秋竹、香兰姐，你俩指挥内勤，确保弹药、医疗食物供应，伤员立刻抬进医疗站。交给我。放心。赵晴、有容，你俩跟着香兰姐帮忙。好。阿雅，我留下，我知道他们的进攻习惯，可以帮你。好，那就让我们看看这所谓的神灵怒火到底有多大能耐。外面风声鹤唳，雷声隆隆，野兽咆哮声越来越近。老子来了，好多原住民，好多。来得正好，各位准备迎敌。陷阱触发，半水坑洞起效应。给老子滚回去！加特林子弹在原住民面前形成了一道屏障，原住民战士后退。外来者啊，现在离开，归还神物，还可饶你们性命。老头，有本事自己来拿，看是你的诅咒吗？还是老子的子弹赢？冥顽不灵，第2步进攻。就这样，原住民长老带领着原住民战士们朝秦烈他们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直到原住民战士们伤亡惨重，那长老才开始醒。不可能，神庙之力为何无法摧毁这些外来者？喂，老头，还打不打了？不打就滚蛋！老子这包吃包住，降者不杀。长老死死盯着秦烈，最终无力的挥手。撤！
原住民们如潮水般退去，只留下满地狼藉。看着眼前的景象，秦烈缓过神来，系统的提示音便已经贴心的传来。丁，任务完成，成功抵挡原住民3次进攻，奖励气象控制器初级，已发放至系统空间。秦烈长舒一口气，总算扛住了。你没受伤吧？没事，就是有点脱力。这加特林后坐力真带劲。快喝点水，大家都辛苦了。结束了，终于活下来了。秦烈笑着拿出了系统奖励的气象控制器，那是一个巴掌大的平板电脑。看见这新奇玩意，虽然众人已经对秦烈能随时随地拿出来东西见怪不怪了，却还是好奇地围观了起来。呵呆，新玩具气象控制器能干嘛？人工降雨，驱散乌云。可小范围调节天气初级，例如停止当前降雨，减弱风力，持续时间1小时，冷却时间12小时。哦，试试。秦烈在平板电脑上操作几下，外面的雨势肉眼可见的减小，风也渐渐平息。众人惊讶地看着秦烈，怎么样，更牛逼不？厉害，你最厉害了。伤亡统计出来了，轻伤11人，重伤3人，无人死亡，物资消耗较大，尤其是炸药。人没事就好，物资没了再挣。你3带人打扫战场，能用的都捡回来。是大哥。秦烈，虽然你们挡住了，但长老不会放弃的。只要核心还在运行，神庙的防御系统就会不断启动，一次比一次强，直到彻底清除威胁。意思是这鬼天启和野兽暴动还会来，而且更猛。唯一的办法就是关闭核心。秦烈看着手中平板电脑，又看了看疲惫却带着希望的众人，沉默片刻。让我想想。新任务提示做出选择 ：A. 关闭核心，系统消失，换取安宁 ；B. 保护核心，对抗升级，解锁系统更高权限，奖励根据选择发放。义父，你这选择题有点难倒。秦烈抬头看向巨人潜藏危机的天空，眼神闪烁。看来消停日子到头了，真正的生存挑战现在才开始。我明明只是一个流落荒岛的可怜人，却直接成为了超级文明的继承者，还将一群原住民也给收服了。快哉快哉！安全屋内，秦烈盯着手中的气象控制器，沉默良久。所以关掉核心，系统消失，大家平安；不关就得一直打下去。你嘀咕什么呢？到底怎么办？这鬼天气刚停，万一又来了怎么办？秦烈，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们都支持你。秦烈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别把神物交出去，行不行？没了它，我们连火锅都吃不上了。现实点，没了神物，我们连原住民第一波攻击都扛不住。可是不关核心，神庙的力量会越来越强，下一次可能就不是我们能挡得住的了。关什么关？老子凭本事捡来的义父，凭什么说没就没？丁，选择确认选项。保护核心，对抗升级，系统更高权限已解锁，奖励系统记忆碎片功能已开放。记忆碎片啥玩意？义父你还有历史？本系统并非普通金手指，而是高等文明遗留的文明引导器，记忆碎片可逐步解锁，助你了解系统起源与本岛真相。有点意思。你又在和那个神物说话？他说他是个文明引导器，来自高等文明。高等文明，这岛上的神庙难道也是？爷爷说过，神庙是天外之神所建。那就对了，这神物说不定就是天外之神留在这的。所以你决定不关核心？不关，不仅要留着，还要把它升级到最强。老子倒要看看，是神庙的防御系统厉害，还是老子的系统义父牛逼。新任务发布抵御原住民第2波进攻，奖励能量护盾发生器初级1。各位准备迎战，第2波要来了。大哥，外面又来了一群，好多，比上集还多。走上防御塔。防御塔上，秦烈等人登上防御塔，远处原住民队伍浩浩荡荡，领头的长老手持权杖，冷冷地看着他们。外来者，这是最后的警告，交出神物，离开岛屿。老头，你是不是耳朵不好？我说了，不交不走，不服就干。执迷不悟，风来雷来，天空再次乌云密布，雷电交加，狂风骤起。跟老子玩天气。义父，这东西怎么用来着？当前可操作逆转风向，减弱降雨，持续时间1小时。那就风向反转，雨势减弱。原本吹向基地的狂风突然转向，朝原住民队伍扑去，雨势也明显减小。什么？他们竟也能操控天象？没想到吧，老头，时代变了。要开枪吗？等等，让他们先动。
原住民朝秦烈他们冲去。玉清姐，打腿，别杀生。明白。叶玉清精准射击，原住民们一个个捂着腿倒地哀嚎。没用，神庙之力全面激活。警告：能量核心过载，气象控制器即将失效。什么？这才几分钟？核心与神庙力量同源，对抗会导致能量冲突。靠！你不早说。外面风雨再次大作，甚至比之前更猛烈。全体撤回室内，启动备用电源。医疗站还有伤员。江兰姐带人转移伤员，秋竹有容召请你们去帮忙。玉清姐、阿雅跟我断后。他们冲过来了，那就让他们尝尝蓝火的滋味。加特林再次开火，子弹形成火力网，暂时阻挡受群。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能量核心还在过载吗？是，建议尽快关闭核心或撤离。撤个屁，老子的家在这。记忆碎片功能已就绪，是否查看？现在你搞什么飞机？或许能找到对抗神庙力量的方法。行，看。秦烈眼前突然浮现出高等文明飞船降临远古地球，建造神庙，留下文明引导器，引导原始人类发展画面。所以系统是用来帮人的，不是用来打架的。正确，神庙防御系统本为保护文明种子，而非杀戮。那为什么现在攻击我们？因核心被激活方式错误，系统判定你们为入侵者而非继承者。怎么才能变成继承者？需通过试炼。试炼？什么试炼？记忆碎片2需任务完成后解锁。你特么！别发呆了，那边撑不住了。所有人撤回主屋，启动能量护盾。能量护盾发生器已部署，覆盖范围主基地，持续时间10分钟。一层淡蓝色护盾突然猛照主屋，也受回原住民的攻击被完全阻挡在外。这是什么力量？老头，听见了吗？我们不是来打架的，我们是来继承天外之神的力量的。继承？对，系统文明引导器选择了我。你们守护的神庙本来就是为了等待继承者。如何证明？我能在雷雨天用加特林给你表演的蓝火烤鱼，算不算证明？你这算什么证明？建议展示能量共鸣。怎么做？将核心置于掌心，集中意念。秦烈照做，能量核心发出柔和光芒，与神庙方向隐隐共鸣。真是神选之人。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愿神选之人引领我等。原住民纷纷跪地，野兽也逐渐平静下来。总算搞定了。丁，任务完成，奖励能量护盾发生器初级，已永久激活，覆盖范围扩大至整个基地。义父，你终于干了回人事。记忆碎片2已解锁试炼之地，位于神庙地下3层，通过后可获得文明继承者权限。又有新副本了。他们这是投降了。以后就是自己人了。看来我们真的能在这里安家了。太好了，不用打架了。那今晚还能吃火锅吗？吃，必须吃，全员聚餐。夜晚基地篝火旁，神选之人此前多有冒犯，不打不相识，以后一起干活，一起吃饭，别叫我神选之人，叫秦烈就行。长老爷爷，您终于明白了。是老夫固执啊。所以接下来要去地下试炼。等准备充分就去。新任务提示探索试炼之地，奖励文明继承者权限一部分。义父，这次奖励挺大方。毕竟你终于像个继承者了。下次冒险带我一起去吧。行，带你去。别要弄得一身伤。放心。秦烈，鱼烤好了。我也要，我去拿蟹也过来。篝火旁欢声笑语，夜空渐晴，星光点点。看来好日子才刚刚开始。是的，继承者。我带着几个美女在闯神庙，谁知道刚出来那神庙就塌了，系统还让我再把神庙建回来。尼玛的，没天理！秦烈成为了继承者备选人之一之后，休整了几天，开始准备前往神庙接受进阶考验。安全屋内清晨，都准备好了吗？今天咱们得下神庙弟弟一趟。你别想又一个人溜去冒险，这次我必须跟着。我也去。地下情况不明，多个人多个照应。我对神庙的结构最熟，我可以带路。行，那就咱们4个。向安姐，家里交给你了。放心，我会看好家。赵景、有容，你们帮忙照看伤员和物资。好，秦烈，你们要小心哦。早点回来吃饭。走了。神庙地下3层，4人沿着狭窄的石阶向下，墙壁上刻满古老图腾，空气潮湿沉闷。这里怎么阴森森的？保持警惕。到了，这就是试炼之地的入口。没锁孔，没把手，怎么开？丁，检测到血脉验证装置，需守护者后羿之血方可开启。血脉验证。阿雅，爷爷说过，我们一族世代守护神庙，我来。阿雅割破手掌，
将血滴在石门凹槽上，石门发出轰鸣，缓缓开启。阿雅，你竟然是……我是守护者后裔，但我一直不敢说。傻丫头，这是好事，以后你就是咱们的神庙顾问了。门开了，进去吧。试炼第一关幻象迷宫，四人踏入石门之后，入口消失，四周变成无尽走廊，雾气弥漫。靠，又是这种套路。第一关幻象迷宫，需破除心魔，方可通行。你们小心一些，这一关你们会看见自己的心魔。记住，你们看到的一切全都是虚妄，时刻保持清醒。心魔什么意思？雾气中突然走出一个与秦烈一模一样的人，眼神阴冷。如果没有系统，你早死了。明秋竹叶玉清会被周明带走，赵晴他们会被海盗杀害，阿雅会被族人囚禁，你什么都不是。放屁！老子就算没系统，也能带大家活下去。哦，那你怎么解释？现在全靠系统施舍。幻象突然扑向林秋竹，秦烈猛地推开他，自己被幻象利刃划伤手。秦烈，你怎么了？靠！原来只有老子一个人能看到幻象，白担心了。没事，老子倒要看看这心魔有多厉害。你只是在自我安慰罢了。没有系统，你连保护喜欢的人都做不到。我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是个烂人，之前也是浑浑噩噩，但是现在我有了想保护的人，也有了保护他们的能力，所以你这种言论对我根本没用。幻象骤然扭曲，逐渐消散。幻象消散，秦烈眼神变得清明了起来，随后便看见了面前好几道担心的目光，以及几张羞红的俏脸，这才明白过来，自己这一关应该是过了。秦烈，看什么看？快找路！我操！所以我刚刚那一番话全都被他们听到了，丢人就大发了。第一关通过，奖励临时机关操控权限10分钟。呵呵，这关过得值，继续往前走吧。试炼通道机关区，秦烈四人继续深入，地面突然震动，墙壁射出无数箭矢。躲开！左侧有控制感。那是陷阱，拉错或触发地刺。义父，机关操控权限能用吗？已激活，请集中意念选择安全路径。秦烈闭眼凝神，箭矢突然停滞在空中。走，跟我来。你怎么做到的？暂时开了挂。前方出现深渊，唯有一根石柱可供跳跃通过。我先过。小心，石柱会下沉。叶玉清轻盈越过，阿雅紧随其后。林秋竹跳跃时，石柱突然下陷。抓紧！秦烈用力将林秋竹拉回平台，自己却因惯性坠向深渊。秦烈，警告！检测到生命危险，触发紧急共鸣。秦烈手中能量核心爆发出强光，与神庙墙壁共鸣，形成临时能量平台接住他。秦烈爬回平台喘气。妈的，差点真挂了！你吓死我了！没事没事，革命硬着呢。先过来再说。最终房间文明引导器，四人抵达一座圆形大厅，中央悬浮着一台散发蓝光的古老机器。检测到文明引导器原型机，需双人共鸣激活。双人？我和谁？建议选择血脉共鸣者阿雅。秦烈看向阿雅，阿雅紧张地咽了口唾沫。阿雅，你过来。我可以吗？来吧，咱们一起搞定这玩意。秦烈与阿雅同时将手放在机器上，能量核心与机器共鸣，蓝光笼罩整个房间。文明继承者权限初级已获取，奖励神庙地图全解锁机关永久操控权。警告！试炼完成，触发自毁程序，神庙即将崩塌。靠！又来！快撤！那边有出口。四人冲向侧门，巨石不断落下。玉清解开路，阿雅指路，秋竹跟我断后。这边。左转右转，直走。别停，快到了。四人冲出神庙。总算出来了。对不起，都是我。傻话，没你咱们都拿不到权限。丁，任务完成，奖励文明继承者权限初级已生效。新任务提示：重建神庙，奖励未知。尼玛，刚给那玩意拆了，你又要让我建回来，又要干活，我怎么这么命苦？先回去再说，我饿死了。走，回家吃火锅。四人互相搀扶着走向基地。权限拿到了，神庙塌了，这波不亏白义父。勉强及格。你这要求还真高。重建了神庙之后，原住民们也彻底归心。如今我在这座荒岛上才算是彻底稳住了脚。星辰主基地内，昨天刚把神庙搞塌，今天义父就让我重建，这是不是看我太闲了？你不是说革命硬着呢？重建的神庙算什么？要不要先吃点东西再开工？赵晴烤了鱼，我还加了新调料，是上次从基地借来的。我也帮忙撒了盐。行，吃饱再干。江安姐，你把大家都叫来，我有事安排。啊？
基地广场上，秦烈站在演讲台上，看着下方众人。秦烈展开系统提供的重建图纸。各位，咱们又要开工了。这次任务重建神庙。大哥，神庙不是刚大吗？借假重建。他要再建，义父说了，建好了有奖励，建不好估计又得来一波诅咒。神庙是祖先留下的圣物，如果能重建，或许能平息神灵的怒火。全员出动。李三，你带人负责搬运食材，玉清姐带队警戒，防止野兽偷袭。阿雅和我负责勘察地基，秋竹、香兰姐招亲有容，你们负责后勤和医疗。你这次倒安排的挺周到吗？那可不。丁，任务发布重建神庙，当前进度0，奖励未知。义父，你这未知2个字我很慌。爱做不做？做，我做还不行吗？上午神庙废墟，众人开始清理碎石，搬运食材。秦烈和阿雅在地上研究地基。这底下好像是空的。爷爷说过，神庙地下有神之脉络，是远古留下的能量管道。能量管道能不能接到咱们基地用？理论上可以，但需要引导者权限。我有。检测到可连接能量管道是否接入主基地能源系统。合着义父你真是声控的，姐必须姐。需先清理管道入口，并修复断裂处。李三，来几个人把这块石头敲开。大哥，这石头也太大了，用这个小心点。你又要炸？神庙刚塌一次还不够，这次是定向爆破，稳得很。爆破后布出地下通道和发光的能量管。啧，这管道亮得跟光纤似的，咋断了好几节？可能是上次塌方压坏的。能修吗？需要一种特殊矿石，只有神庙深处的矿洞才有。又得下副本。新任务提示：修复能量管道，奖励能量导管蓝图。义父，你这奖励能不能提前发？修好了再给，我没动力。不行。小气。原住民长老带着几人走来。神选之人，我不是说过吗？叫我名字就行了。听闻你要重建神庙，是，你们要不要一起来？人多力量大。神庙本是文明引导塔，若要完成恢复功能，需激活3处能量节点。节点在哪？一处在矿洞深处，一处在北山祭坛，一处在神庙正下方。怎么一个比一个难倒？需要帮忙吗？来得正好，救主，你去叫玉清姐来，咱们开个小会。片刻后，几人围坐。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矿洞北山神庙正下方3处节点激活了，才能完全重建神庙。先修容易的，矿洞这边的节点。矿洞深处，秦烈、叶雨清、阿雅3人深入矿洞。有动静。啥玩意？老鼠还是蝙蝠？是受能量影响的变异野兽，它们守护着节点。几只体型巨大、皮毛发光的狼形生物窜出。靠，这狼咋还会发光？节能灯成精啊！要射吗？别，他们只是守着的，没必要杀生。义父，能不能用文明继承者权限驱散他们？可尝试能量共鸣，模拟节点频率。我试试。能量核心发出柔和光芒，狼群低头起身，往后后退。他们退了。哥现在可是有身份的人。少嘚瑟，快找节点。3人找到一束发光的石台，阿雅将手按上去，石台亮起，矿洞震动，能量管道一部分恢复发光。第一处能量节点已激活，神庙重建进度30%。搞定，回去搞下一处。秦烈等人花了1整天的时间，将所有能量节点全部激活。深夜神庙遗址，神庙地基发出强光，石材自动围起，逐渐恢复原貌。第3处能量节点已激活，神庙重建进度100%，奖励能量导管蓝图已发放。总算有点实际奖励了。神迹，真是神迹！天外之神终于再度降临。怎么样，哥说到做到。是，你最厉害了。走，回去开庆功宴。义父，这蓝图有啥用？可连接能量管道至主基地，实现能源自给自足。牛逼，明天就开工。安全屋外篝火旁。今天辛苦大家了，以后咱们有电了，还能种菜做饭洗热水澡。秦烈大人，您真是天选之人。别叫我大人，叫哥就行。以后咱们一起种田打鱼吃火锅。秦烈，谢谢你。气啥？你也是咱们自己人。所以下一步是建能量导管。对，明天就干。下次冒险带我去矿洞吧，我也想看看发光的狼。行，带你去。别要弄一身伤。放心，哥现在有权限。新任务提示：建设能量导管系统，奖励能源核心升级权限。义父，你这任务发得挺勤，不然你怎么进步？篝火旁欢声笑语，夜空星光璀璨。
我刚把神庙重建完没2天，系统又发布了新任务，不设能量导管。哪成想地底下突然窜出了2条会喷酸液的巨型蜈蚣。京城基地广场，所有人聚集在广场上，秦烈站在演讲台上，在众人面前展开能量导管蓝图。兄弟们、姐妹们，今天咱们干条大的，把这玩意铺起来，以后基地用电不愁，还能给神庙充电。大哥，这玩意咋铺？看着比建房子还复杂。简单，就跟接水管差不多。哎呀，你来看看这图纸，有没有啥忌讳？能量导管必须深埋地下，避开神庙的根基，还要注意能量节点的流向。这里，还有这里，都需要特别加固。听起来工程不小，需要多少人手？全员出动，李三，你带人负责挖沟渠。Yes sir。秦烈一顿计划，随后众人便热火朝天的开始施工。上午施工区域，沟渠挖到一半，地下突然传来震动。老大，地底下有东西在撞我们的残子。啥玩意？穿山甲成精了！警告！检测到高能量反应，地下有生物被能量泄漏吸引，正在靠近。所有人后退，抄家伙！众人刚推出去没多远，地面突然裂开，2只体型巨大、覆盖着发光粘液、形似蜈蚣的生物钻出，发出刺耳的嘶嘶声。李三等人看着这2只庞然大物，心脏病都快被吓出来了。妈呀，这什么玩意？比蟒蛇还粗！是变异生物，看它们周围的地面，它们的粘液有腐蚀性，小心别被沾上。一只变异蜈蚣朝人群喷射粘液，躲开！众人慌忙闪避，粘液落地发出滋滋声，冒起白烟。这要是喷到人身上，还得了？玉清姐，打他们发光的关节，那是弱点。明白。子弹精准命中关节，一只蜈蚣痛苦翻滚。李三，带人用长矛顶住，别让他们靠近导管。弟兄们，幸存者们用长矛和盾牌组成防线，勉强挡住蜈蚣的冲击。义父，在帮的忙，能量共鸣驱散他们。能量共鸣启动，请注意，过度使用可能导致能量核心暂时不稳定。能量核心发出脉冲波，蜈蚣们缓缓退入地下。妈的，总算跑了！检查导管有没有受损。导管被腐蚀了7处，能量正在泄漏，必须尽快修复，否则可能引发爆炸。靠，修个管子这么难吗？神选，秦烈，能量导管必须用稳定剂混合矿石修复，否则无法承受能量流动。稳定剂只有北山火山腹地才有，那是一种冷却的熔岩结晶，能中和能量中的狂暴因子。火山那里温度极高，寻常人根本无法靠近。再难也得去，不然这管子修不好，咱们全都得炸上天。义父，有啥好东西赞助没？丁，任务更新，获取火山稳定剂，奖励耐热防护服5。无件够用啊！玉清姐，哎呀，秋竹、李三，你们跟我去。这次真带我去。带你去见见世面。香兰姐，家里交给你了。一定要小心，赵晴、有容，我们去多准备些降暑的草药汤。好，秦烈，你们早点回来。我会看好家的。出发。傍晚，北山火山脚下，越靠近火山，空气越发灼热。李三感受着仿佛要烧着喉咙，整个人都不好。大哥，这地方真能进去吗？我感觉鞋底都要化了。热死了，比桑拿房还夸张。就是那里，火山腹地的入口，但里面更热，还有毒气。义父，提前取出奖励。丁，系统奖励已发放，5件防护服已放入系统空间中。穿上这个应该会好一些。这衣服真能顶住。肯定没问题，都穿好，戴好面罩。我有点喘不过气。调整呼吸，别紧张，就当是在热带雨林徒步。左转，那边有冷却的熔岩平台，可以休息一下。平台中央，几簇晶莹的蓝色结晶生长在岩石缝隙中。那就是稳定剂。对，但要小心采集，用力过猛会碎裂。我来，你们警戒。秦烈用匕首敲下结晶，放入特制溶剂。稳定剂采集成功，任务完成度50。系统话音刚落，忽然洞穴深处传来巨响，几只通体赤红、覆盖熔岩甲壳的巨型蝎子钻出，瞬间众人全都警惕了起来。又有变异生物，是火蝎，弱点在尾部关节。李三举盾顶住，玉清姐放枪点名，阿雅带秋竹后退。火蝎喷吐炽热毒液，李三用盾牌艰难格挡。盾牌烫手，要握不住了。秦烈手中能量核心再次发动共鸣，能量脉冲扰乱了火蝎的行动，但他们并未退却。不行，甲壳太硬，子弹效果不好。撤，结晶够了，别恋战。火山脚下，妈的，这副本难度越来越高啊！你没事吧？稳定剂够用了，我们快回去吧。丁，任务完成，奖励5，新任务提示修复能量导管，
奖励能量核心稳定性提升。走，回家修管子，今晚必须让基地亮起来。夜晚主基地外，今夜的人带回稳定剂、混合矿石，仔细修复导管破损处。这样应该可以啦，启动能量传输试试。衣服通电，能量导管发出柔和而稳定的蓝光，主基地的灯光依次亮起，设备运转声响起。成功了，有电了，可以用电饭煲做饭了。还有冰箱，能存好多吃的。古老的力量与现代的智慧结合，秦烈，你确实是被选中之人。基本操作，今晚通宵庆祝，吃火锅，用电火锅。能量导管系统建设完成，奖励能源核心升级权限已开放。衣服这回总算没掉链子。篝火旁，众人围坐，电火锅热气腾腾。下次冒险还得带我去。行，带你去天涯海角。慢点吃，别烫着。能量稳定了，但总觉得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管他呢，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我在，有大家在，哪都是家。我刚把能量导管修好，让基地通上电，谁知道还没享受2天，一场诡异的瘟疫就突然爆发，连系统给的药都不好使，这回真是麻烦大。清晨主基地，基地内灯火通明，得益于新铺设的能量导管，各种电器设备低声嗡鸣。赵晴正在用电饭煲煮粥，杨有荣好奇地盯着运转中的冰箱。有电真好呀，粥一会儿就好啦。还能把吃不完的鱼冻起来。早二位，今天早上吃啥好的？小米粥配上点咸鱼。秋竹和玉清姐去检查防御公社了，阿雅和长老在能源塔那边。不错不错，这小日子越来越有盼头啊！几个李三手下的幸存者远远看着秦烈和正在运转的电器，低声议论：“看见没，又变出电来了。”可不是嘛，昨天那管子烂成那样，他一晚上就修好了，还发亮，这哪是正常人能办到的？我听李三哥以前嘀咕过，说老大可能会那个要发。嘘，小声点，别被听见了，反正有点瘆人。秦烈似乎察觉到什么，往那边瞥了一眼，几人立刻噤声，散开干活去。这帮家伙嘀咕啥呢？可能是觉得你太能干了吧？那是，也不看等哥是谁。基地广场，林秋竹和叶玉清巡视回来，神色如常。外围陷阱都没问题，就是天气越来越热，蚊子多了不少。提醒大家注意防护，有些蚊虫可能带病。问题不大，咱现在有电，回头整个灭蚊灯。义父，商城里有灭蚊灯不？去解锁环境改造模块，当前权限不足。得，又是权限不足。一个幸存者踉跄着跑过来，脸色潮红。老大，不好了，王老五他干活干一半，突然晕倒了，浑身滚烫。快带我去看看。临时医疗棚，棚内躺着好几个幸存者，包括王老五，都呈现高烧乏力症状。赵晴和杨有荣也在帮忙递水，脸色有些发白。高烧、头痛、肌肉酸痛，岛上蚊子多，很可能是蚊虫传染的。药呢？江安姐，咱们不是有药吗？用了普通的退烧药和抗生素，效果很差，只能稍微缓解。这可能是岛上的特殊变种病毒。义父，你不是说你的药是万能的吗？特殊原因引发的疾病，我给的药也只能加以缓解。那怎么办？赵晴突然晃了一下，杨有荣赶紧扶住她。晴姐姐，你怎么了？我好像也有点头晕。话音未落，杨有荣也咳嗽起来，小脸通红。我靠，赵晴、有荣，你俩别吓我。也在发烧，立刻把病人都集中隔离起来，所有接触过的人都要检查，避免进一步传染。不行，隔离是对的，但现在的症状光靠隔离和现有药物不够，必须找到对症的草药。我记得在北面山坡见过一种银叶草，可能有效。香兰姐，现在外面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高温、蚊虫，还可能有什么变异野兽，派人出去找药太危险了，万一折损人手，或者把未知病源带回来怎么办？必须先控制内部。可是不冒险，赵晴和有容他们可能撑不住，系统药物无效，我们必须尝试别的办法。阿雅和长老赶来，阿雅看到病人，脸色一变。这种热病以前部落里也发生过。普通的草药很难起效，只有生长在岛屿最西边寂静山谷的月光草才能有效治疗这种变异的热毒。月光草，寂静山谷，那还等什么？快去采！那里是禁忌之地，有去无回。传说有恶灵守护，任何闯入者都会迷失在浓雾中，永远沉睡。传说往往只是吓唬人，具体位置知道吗？我知道大概方向，但是爷爷说过，绝对不能靠近那里。很多勇敢的猎人都没有回来。众人陷入沉默，
只剩下病人的呻吟声。秦烈看着色通红的赵晴和杨有容，又看了看争执后仍互不相让，但都充满担忧的林秋竹和白香兰，深吸一口气。管他们什么禁忌之地，有药就得去拿，老子偏不信这个邪。丁任务发布：采集月光草，地点寂静山谷，奖励高级医疗知识灌输。义父，你这奖励倒是应景，现实是什么意思？任务完成后，知识灌输仅维持24小时，用于处理本次瘟疫。行，够了。玉清姐、阿雅、李三，你们3个跟我去一趟这个寂静山谷。秦烈，太危险了，让我去吧，我认识草药。不行，香安姐你得留下照顾病人。秋竹，你负责维持基地秩序，严格执行隔离，这是命令。阿雅，你带路，尽量避开已知危险。李三，你手脚麻利，负责探路和警戒。大哥，禁忌之地。怕的球，跟紧哥，保证你全虚全尾的回来。赶紧准备装备，10分钟后出发。我知道一条相对安全的小路。好，香兰姐、秋竹，家里就交给你们了。在我们回来之前，尽量稳住大家的病情，一定要小心，活着回来。放心，革命硬的呢。等我把药带回来，咱们再好好商量以后的防疫条例。禁忌之地，月光草。义父，这波要是趟过去了，你得给我整个大的奖励。任务失败，惩罚团队成员死亡率提升50%。靠，算你狠，这副呀逼的，老子非成功不可。基地爆发了瘟疫，我带人踏入了岛屿西侧那片被称为寂静山谷的禁忌之地，去寻找能够治疗瘟疫的月光草。可是这里的环境比我们想象中还要诡异和危险。寂静山谷边缘原始雨林，几乎不透光，藤蔓缠绕，鸟鸣声稀疏，反而各种虫丝显得异常清晰。大哥，这地方感觉有点邪门，你看这树长得都歪歪扭扭的。三哥，我感觉有点头晕，是不是中毒了？阿雅神色凝重，仔细观察着地面和植被。不是毒，是这里的瘴气，大家尽量用湿布捂住口鼻，跟紧我，别走散了。一到这鬼地方，指南针就乱转。阿雅，全靠你了。你刚才说你知道一条相对安全的小路。阿雅点头，指向一条几乎被藤蔓完全覆盖的小径。爷爷以前带我采药，知道过这附近能避开一些最危险的沼泽，但是他从不让我再往里深入。行，就走这条。李三，让你的人精神点，注意脚下和四周。一行人排成一列，由阿雅领头，秦烈紧随其后，小心翼翼地踏入云深处。寂静山谷深处，光线愈发昏暗，巨大的蕨类植物和扭曲的树木遮天蔽日，地面变得松软泥泞，不时可以看到冒着气泡的小片沼泽，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蚊虫嗡嗡作响，异常活跃。大哟，这什么鬼地方？小心，别乱动！这附近的沼泽很多都是幻沼，表面看着是实地，下面可能是深坑。多看着点，阿雅的落脚点，踩着她的脚印走。大哥，这灵迹好像会动似的，咱们走了半天，我感觉还在原地打转。义父，地图扫描能用吗不？这鬼打墙啊！受到未知能量场干扰，地图扫描功能精度下降70%，建议依赖向导经验。靠，关键时候掉链子。秦烈，这里的传说可能不只是吓唬人的。具体怎么说？爷爷说，寂静山谷是天外之神第一次降临的地方，然后就成了禁地。看样子是能量泄露了，所以不是什么恶灵诅咒，纯粹是这里的环境被搞坏了，特别危险，所以才成了禁地。好像也可以这么说。爷爷总是说要敬畏神灵的力量和选择。那就是大自然晒掉了不够格的呗，懂了？那咱就得证明给这破地方看，咱们够格拿药走人。大哥，这咋证明？跟这些树和沼泽打一架？少废话，留神脚下。阿雅，继续带路。林间空地，众人暂时休息，啃着干粮，气氛沉闷，每个人都显得很疲惫。看那边，那种背阴的湿滑的石壁附近，很可能就有月光草生长。它喜欢潮湿但没有积水的地方，叶片在微弱光线下会像月亮一样反光。好，目标就在前面，休息够了就出发，一鼓作气。大哥，让我带2个人先去前面探南路吧，总不能让你一直冲最前头。秦烈看了李三一眼，行，李三有点担当了，去吧，小心点，有任何不对劲立刻发现好撤回。哎，你放心。李三带着2个幸存者，小心地向前摸去。片刻之后，李三兴奋的声音从前方传来：大哥，有发现，不是草药，是个石头碑，上面刻着好多怪话。石碑，走去看看。古老石碑前，一面爬满青苔和藤蔓的巨大石碑半埋在土里，露出地面的部分刻满了奇异符号和模糊的壁画。这刻的是啥？别碰，上面的苔藓可能有毒。义父，扫描一下这石碑，能解析吗？
解读内容记录播种者首次降临与筛选协议，内容提及引导而非替代意志与智慧的试炼文明存续之责。播种者筛选协议，文明存续，义父，这说的就是你那套东西。文明引导器的核心使命是筛选具备足够潜力与责任感的个体或文明，给予引导和辅助，以避免其走向自我毁灭。战斗能力仅为筛选条件之一，而非全部。真正的继承者需理解力量背后的责任。所以是要找个能扛事的老大，带着大家好好活下去，甚至发展起来。基本正确，你的理解深度有所提升。合着你折腾我这么半天，又是建神庙，又是修馆子，还得照顾一大家子人，是在考验我有没有当村长的潜质。可以如此通俗理解。行吧，这村长老子当了，自乎也不赖。秦烈，你看懂了吗？看懂一点，大概就是说咱们的路子走对了，继续找药。随后众人在阿雅的指引下顺利找到了月光草，但是却遭遇了毒虫袭击。李湘为了保护秦烈小虎被紧急治疗了一番后，众人带着草药和伤员狼狈地朝基地赶去。返程途中，秦烈背着已经昏迷但呼吸略微平稳的李三、阿雅和另外2个幸存者在前后护卫着，手里紧紧握着月光草，气氛沉重。一行人沉默地在愈发昏暗的林间穿行。哎呦，怎么了？好像是个铁盒子埋在地里的。一个大约笔记本大小金属材质，表面有磨损和锈迹的方盒子半埋在土里，一角还亮着微弱的红色指示灯。这是什么？不像我们部落的东西，也不像你们带来的。秦烈放下李三，蹲下身仔细查看盒子，脸色逐渐变得难看。这做工，这材质。警告：检测到低功率信号发射源，信号编码特征匹配天启组织。天启，这不是领队那伙人背后的组织吗？这玩意是监视器。监视？谁在监视我们？妈的，看来咱们在这岛上折腾这么久，从来就没真正离开过某些混蛋的视线，一直有人在暗地里看着咱们。老大，那我们怎么办？秦烈深吸一口气，用力砸烂踩碎那点微弱的指示灯。先把李三和药送回去，救命要紧。这笔账老子记下了。走，回家。归途显得格外漫长，秦烈的心头笼罩着一层新的阴影。药物的获得带来了希望，但李三的重伤和天启设备的发现，预示着未来的挑战或许远比自然的险恶更加复杂和凶险。有了月光草，唯一的危机总算解除了，基地也恢复了往日的活力。随着人手增多，规模扩大，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想到哪干到哪，是时候定些规矩，想想未来了。基地规模再一次扩大，新增了一大片居住区以及仓储区，远处甚至开辟出了一小片农田，种着薯类和蔬菜。幸存者和原住民们混杂在一起，各自忙碌，显得很有生气。秦烈站在一个稍微高一点的阁楼上，看着下方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人一多，视野杂了，光靠个人魅力好像有点招不住啊。怎么，秦大领导也有犯愁的时候？以前管公司几10号人，也没见你这样。那能一样吗？公司发钱就行，这得管吃管住管安全，还得管人家心里想啥，比当老板累多了。这说明你真正把这里当作家了，而不是临时营地，这是好事。基础防御工事差不多了，但内部管理需要细化，不能再靠你一个人发号施令。于青姐说到点子上了，我决定了，开个会，全体大会。上午基地广场全体居民大会，所有幸存者原住民，包括身体出狱的赵晴、杨有荣，以及还拄着拐杖的李三，都聚集在一起。秦烈、林秋竹、白香兰、叶玉清、阿雅长老坐在前面。各位安静一下，今天把大家凑到一起，就一个是立规矩。众人安静了下来。咱们现在人多了，有原来的弟兄，有新加入的部落朋友，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乱哄哄的。要想在这岛上长久安稳的过日子，就得有章法。大哥，你说假扮就假扮，我们都听你的。几个幸存者也纷纷附和。光听我的不行，万一我犯浑呢？所以咱们得一起定规矩。首先，咱们得有个名头，以后这里不叫基地了，叫希望家人，咋样？其次，成立一个管理小组，我秦烈暂时当这个头，主要负责带头干活和打架。林秋竹新四系负责物资分配和日常调度，大家有意见没？没意见，应该的。你这次安排的还挺像模像样。那是，哥也是有点管理天赋的。我们会尽力协助你的。秦烈小友，不，首领考虑周详，老夫没有异议。好，那咱们就定几条最基本的岛规：第一，不准内斗，有任何矛盾找管理小组评理，谁敢私下动手，严惩不贷。第二，按劳分配，多干活的多吃饭，偷奸耍滑的饿肚子。第三，遵守命令，尤其是防卫和外出探索的时候，命行禁止，这是保命的根本。第四，爱护家园，不准破坏公共设施，不准污染水源。就这几条，简单的很，能做到不？散会，各忙各的去。几天后，傍晚，东坊聚会景，
商人打扮的老钱鬼鬼祟祟地靠近一个原住民青年。小子，想不想早点离开这鬼地方？老钱叔，你什么意思？我听说外面可能有救援的信号，但是需要点敲门砖。请老大从神庙里弄出来的那些会发光的石头碎片，你帮我弄点出来，到时候救援来了，我保准带上你。偷能量核心的碎片，不行，长老和首领会生气的，那是神庙的力量。就一点点碎片，影响不了啥。等咱们回了文明世界，要啥有啥，不比在这荒岛上强。叶玉清和阿雅从阴影处走出。老钱，你的算盘打得挺响啊！你既然想偷窃神灵的力量，还想蛊惑我的族人。叶姑娘、阿雅姑娘，误会都是误会，我就是随便说说。是不是误会？你跟秦烈解释去吧。夜晚首领棚屋。秦烈面色阴沉地坐在那里，老钱和那个原住民青年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管理小组其他成员都在。证据确凿，老钱试图盗窃能量核心碎片，并散播谣言，动摇人心。老钱，大家同舟共济，你怎么能？亵渎神灵，背叛集体，按部落规矩，当重罚。首领秦老大，我错了，我一时鬼迷心窍，看在我以前也出过力的份上，饶了我这次吧。首领，是我糊涂，我再也不敢了。老钱，你惦记着回文明世界，我能理解，但是你不该用损害大家利益的方式，更不该拉别人下水。我记得我说过，不准内斗，不准损害家园，你2条都犯了。首领，我不会杀你，但希望家园留不下你了。明天天亮，带着你的东西离开主基地范围，岛屿很大，你自己找地方活下去吧。至于你，念你是初犯，受人蛊惑，罚你清理厕所1个月，以观后效。谢谢首领。流放，这跟杀了我有什么区别？带他下去，看管起来，明早执行。老钱被带走后，棚屋内气氛有些沉闷。这样处理合适吗？是不是太严厉了？不严厉，以后还会有人抱有侥幸心理。我们必须明确底线，仁慈可以，但绝不能软弱。检测到领导者决策符合秩序建立原则，文明数据库部分权限已解锁。数据库义父，这又是什么新花样？从现在起，我将不再直接提供成品物资，而是为你开放知识库，提供农业、建筑、医疗、气象等基础科技蓝图与数据分析引导，而非赐予。如何运用，取决于你们自己。意思是以后想要啥，得自己照着图纸学着自己造。正确。例如，你需要天气预报，我可以提供气压云图数据分析，但不会再直接告诉你明天是否下雨。这是从保姆模式切换到导师模式了，行吧？看来这村长越来越有挑战性了。深夜扩建后的瞭望塔上，秦烈独自站在塔顶，望着下方星星点点的灯火、灯光、火光，还在想老钱的事。有点，以前只想着怎么带大家活过明天，吃饱穿暖，别被干掉就行。现在人多了，家大了，反而想得更多了，怕决策错了，怕辜负了大家的信任。但你今天做得很好，有规矩，有执行，也有温度，大家都很信服你。可能吧，就是觉得责任更重了。以前是求生，现在得想想未来了，得让这个家真正像的家能一直延续下去。无论未来怎样，我们一起面对。引导者，你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未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反正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夜空下，瞭望塔上2人的身影依偎在一起，宁静而坚定。远方的海平面下，一个模糊的潜望镜悄然沉没，消失在海浪之中。